天也要续命的60岁老头，竟是价值76亿悬赏金的顶级杀手，在他手下死过的人不计其数，就连全球顶尖的雇佣兵团队面对这个老人都闻风丧胆。他10岁就开始学习如何组装枪械，别的小孩在玩泥巴的时候，他365天都在学习刀的使用方式；别人青春懵懂早恋的时候，他在学习窃听情报，直至耳朵流血。当过俄罗斯间谍刺杀重要干部，去过阿富汗与死神做过斗争。然而，就是这个威名远扬、为南韩集团献身的男人，却被新上任的公子哥所抛弃，只因他年事已高，又患上了癌症，声称老旧的东西就应该报废处理。听到这一切的巴德罗决定就此隐退，可他却偶然间竟从花甲之年返老还童至20岁。就在3个月前，巴德罗开着一家书店，过着还算平静的生活，每天听从医生的叮嘱吃各种抗癌药物。他为公司奉献了50年的青春，并不后悔，只是活了大半辈子，从未有过一张自己的照片而感到遗憾。可今天到来的一个女高中生打破了这份宁静。女孩声称自己是来买教材书的，需要购买高3的复习资料。巴德罗转过头去翻找的时候，女孩早已拿出一把利刃准备对他动手。可巴德罗的一句话让女孩直接愣住：我干了50年杀手的脏活，怎么可能闻不到匕首上的血腥味？仅仅是打了一个照面，犀利的眼神瞬间让女孩明白，将死之人不是他，而是自己。突然，巴德罗猛地一个瞬身来到女孩面前，可他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杀她，因为书架上出现了2个暗杀者。原来他们组织安排的刺杀行动，不管成功与否都会有 B 计划，甚至连刺杀失败的人都会一并除掉。转过头才发现，女孩早已被这2人当成了人质。只见一个穿着风衣的高大男子缓缓走来，他头顶纹着海洋毒物蓝环章鱼。据号称南韩柔术第1人，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老板觉得非常不舒服，有成千上万的人盯着你的脑袋，只因你的赏金高达76亿韩元，请你务必死在我的手上，这笔钱够我逍遥好一阵子。等他们缓过神来后，巴德罗早就不见了踪影。他逃到了一个公园里，就算是以前多么强悍的风云人物，但面对癌症也无法做出任何抗争。他回想起以前的种种，为公司奉献了50年的青春，从未想过任何荣华富贵，可却对将死之人痛下杀手。他100个不甘心，并且那存在自己银行账户的钱绝对不容有失，因为那是留给自己最爱之人的遗产。可他却仍旧倒在了雨破当中。与此同时，2个小弟正在探讨这个传奇人物的事迹，他们想破脑袋都想不到这人能有多强，才能成为大家口中的神。突然，一道声响打断了他们，那是我第一次拍的照片，拍的还不错，也不知道怎么了。醒来之后，这副身体好像充满了活力。辫子男走上去劝说男人，这个地方不是你能随便进来的，不过你进来了，那你就别走了。辫子男操起一把菜刀，而男人却是不紧不慢地说道：杀手分为3个等级，3流杀手玩刀，简单快捷；2流杀手剑挺，拳法腿功样样俱到；1流杀手则是世界上所有东西都能当成武器。看着手拿章鱼腿比作武器的男人，他感觉被羞辱到了极致，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男人缓缓捡起那张照片，拍的还不错，不过真的很可惜，那个人已经死了。但是现在，新的巴德罗卷土重来，不用来找我，我会去找你们的。而他变回年轻的第一件事，则是对着镜子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当时就女高中生的时候，自己的腹部也遭受到了枪伤，而现在肚子上的伤口早已愈合，吞噬自己生命的癌细胞也一并消失不见，甚至现在这个年轻的身体保留了50年杀手生涯的经验及身手，并且他们寻找的老巴德罗，也许一辈子都找不到。而现实年轻的巴德罗根本无人问津，他就可以利用年轻的身体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就在这时，厕所明明挂着禁止吸烟的指示牌，2个老西巴却在这里吞云吐雾。巴德罗上前仅仅是劝说了一句，雷彪上来就是2耳光，让他有多远滚多远。可巴德罗并没有选择动手，他先是走到厕所门口，将其余的人请了出去，并且从里面进行了反锁。他刚恢复年轻的模样，本不想过度招摇，虽然现在是20岁的年轻大小伙，可他骨子里毕竟还是60岁老人的心。他要让这2人知道，在韩国不尊重长辈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后果。肥彪也不想听他废话，什么乱七八糟不尊重长辈的话，巴德罗一记极快速度的爆肝拳，然而这一拳还隐藏着让人看不清的杀招。反应过来时，肥彪的喉咙早已凹陷进去，这是右拳出击的同时，左手以最快的速度攻击对手薄弱部位。肥彪仅一瞬间就已经倒下，旁边的大傻还愣愣的举起利刃，他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只要拥有出手的念头，就必须要一招毙命的顶级杀手。可大傻还妄想自己有着一把武器，多多少少还有一点胜算。然而他还没反应过来，手中的弹簧刀就在巴德罗的手上，而自己的脖子传来剧烈的痛感。大傻慌慌张张地询问起你到底是谁，巴德罗则是冷笑一声，随后便上前去捏住了他的肩膀。江湖上的事儿你少打听，如果你知道了我是谁，你不会有命离开这里。面对巴德罗冷峻的威压，大傻被吓到发不出一点声响，裤子也早已被尿液浸湿。
巴德罗已经换上了肥膘的衣服，还别说，异常的合身。可此时的他却担忧了起来，因为从手机上显示，自己银行账户里的钱早被洗劫一空，那可是自己50年杀手生涯所换来的报酬，是留给心爱之人的巨额遗产。他可是警告过他们，这笔钱是绝对不允许动的。可突然身后的对话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们拿到了荣耀集团的奖学金，他回想到自己的过去，自己也是荣耀孤儿院长大的。50年过去了，荣耀孤儿院打着照料孤儿的幌子，摇身一变成为了荣耀集团，是现在韩国顶尖的商业帝国，即使在政治上也有着绝对的影响力。虽然这是培养他的公司，但他现在不得不一点一点的摧毁掉这个商业帝国。在另一边，章鱼带着女孩前往一个地方，他们来到了一个废旧工厂，这里表面上是一个猪肉屠宰场，暗地里实际上是一个贩卖情报的基地。可这个黑道大哥并不想简单的给他线索，因为这可是价值76亿的情报，如果不给足筹码肯定不行。临时加码可不是良性的合作，但章鱼却不是吃素的。要知道他可是荣耀集团12门徒之一，在业内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并不会就这么被他唬住。见此情形，那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突然，4个彪形大汉瞬间就围了上来，他们可是强悍的西方雇佣兵，想要黑吃黑必然要下点血本。说时迟那时快，大汉们纷纷都涌了上去。然而仅仅耗时2分半，他就被吓得坐在地上发抖。接近2米左右的大汉，竟然这么简简单单就被干掉，并且这是一个什么诡异的姿势？全身扭曲的宛如真正的章鱼一般，脑袋竟以180度死死地盯着自己，似乎那几个人根本不需要分散他的注意力。不多一会儿，他们回到了分部里的饭店。章鱼知道总部很快会下达通缉令，到时候会有茫茫多的人寻找巴德罗。他希望女孩可以去寻找他的行踪，但是女生回想起巴德罗救下自己的场景，她心中莫名的对他改变了想法，但她却又不得不答应章鱼的话。分部的 VIP 饭店，按道理在今天这个时刻是绝对不招呼外来客人的。归根结底在于，他银行卡里的76亿血汗钱被洗劫一空。而刚听到76亿的章鱼，先是微微一笑，随后便露出阴森的表情，并且交代服务生立刻把门关上。他很是好奇，这个年轻人是怎么知道巴德罗的事？难道说他是巴德罗的儿子？可印象之中他始终是孤身一人。但就目前而言，如果他没有交代清楚，绝不可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只见章鱼抬手比了2根手指，你有2个选择，其一是告诉我你为什么会知道巴德罗，并且交代清楚他的行踪，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第二，因为反抗导致头部中弹而死。而巴德罗却说还有第3个选择，但是听到这话的人都得死，因为我就是巴德罗。听到这话的章鱼感觉被戏弄了一样，这傻小子到底在说些什么？他始终不信60岁的老头居然会变成年轻大小伙，并声称如果还不如实交代，可是要尝尝子弹的味道。巴德罗人都傻了，不说就要杀了自己，说了又不信。那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杀了我，如果做得到的话。只见服务员立刻抬起手中的家伙事，然而子弹都还没有发射出去，一道光芒就洞穿了他的脖颈，而那束微光就是巴德罗手中的筷子。女孩看着倒在地下的服务生，这技巧精准度极高，分毫不差地刺穿了大动脉，而且他的行动方式异常诡异，寻常人根本看不清是何时出的手，并且他看起来和自己年纪相仿，走遍整个韩国恐怕都找不到这样的年轻人。然而这番操作也让章鱼来了兴致，这样的身手确实不错，不过一样得死。只见圆桌上冒出几缕青烟，地下缓缓流出鲜红的液体。可当章鱼来到桌子面前时，才发现地下的红色液体竟只是辣椒油。他根本就没有看清巴德罗的去向。正当他寻找巴德罗踪迹的时候，突然他出现在柱子上方，嘴巴里还鼓鼓囊囊的含着什么东西。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章鱼甚至都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就已经倒下。看着倒下的章鱼，他一阵感慨，心底似有似无的有那么一丝怜悯。突然，章鱼猛然放大了瞳孔，他一把抓住了巴德罗的脚。其招式宛如峨眉派的绝学缠丝拳，利用身体绝对的柔韧性控制对手，锁住对方的重要关节，直至折断，会越缩越紧，要么窒息而亡，要么骨头断裂而死。可下一秒他直接愣住，巴德罗竟跟没事人一样站在他的跟前，而他勒住的却是服务生的尸体。原来当时喷到他脸上的辣椒油导致视力下降，以及被一连串招式打得些许蒙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清晰地了解到，从事杀手行业这么多年，这个男人的水平绝对在荣耀集团的12门徒之上，杀死自己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章鱼慌张地求饶，他想跟巴德罗做一个交易。他抓起身材哇塞的女孩说道：“你可以把她带走，不管让她干什么都可以，她很听话也很年轻。”就这样，章鱼赶紧远离这个男人。可就是这一举动让他背脊莫名的发凉。战斗中最大的威胁就是背对着你的敌人。听到这话，他直接愣住，那是一句非常熟悉的训话。原来章鱼小时候有个教导自己的恩师，是训练作为12门徒候选人的导师。他当时训斥过自己，在孤注一掷的战斗当中，绝对不能留有任何余地，更不能背对着自己的敌人。而他现在回想起来，恩师说话的态度与神情，竟和这个少年一模一样。没过多久，在一个大楼楼顶，一个男人正在汇报工作，章鱼已经死亡，那里的监控录像全部被删除，现场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事情开始变得好玩起来了。通知荣耀集团的所有成员，我会以这76亿作为悬赏金，1个小时后开始全面追捕巴德罗。
他作为顶尖的杀手，完美的处理掉几人的尸体过后，他来到了大街上。可街道上的人们纷纷都抬起了头，因为每一处的高楼招牌上全部挂满了巴德罗的寻人启事，甚至工作人员手里派发的传单也全都是他的悬赏令。而这正是荣耀集团的五湖四海追杀令。巴德罗面对这些丝毫不慌，因为此时的他正以全新的面貌进行复仇。但是现在他孤身一人，有很多事情需要人协助，他便想到了一个人。虽然那人驯养的宠物以及一些行为让自己不是那么舒服，随后他便来到了一个公厕，这里全都是无家可归的人。然而这里有一个隐秘的暗格，他借着月光才勉强找到并按下。大门打开后是通往地下室的通道，下面则是金碧辉煌的房间。这里奢华的场景和楼顶上简直是天差地别。突然，他被一个女人用尖刺抵住了喉咙，以及他所养的一条德牧修沟。原来女人是一个瞎子，虽然她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她的鼻子却异常的灵敏，她能清晰地闻到这是一个年轻人，身上没有酒味，也能确定不是这里的流浪汉。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散发着浓烈的嗜血欲望。巴德罗并不想跟他动手，只是想让他先冷静一下。女人以为他是荣耀队伍里的杀手，可此时此刻，他身上嗜血的欲望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这时，旁边的修沟猛地冲了上来，可接下来的一幕让女人直接傻眼。对于陌生人具有绝对警惕性的德牧犬主，竟对一个从没见过的年轻人撒娇嬉闹。酒过三巡过后，女人依旧是一脸震惊，她对着巴德罗的脸一顿揉搓，他居然从60岁的沧桑老头变年轻了，甚至皮肤比自己还好，并且以前那一股老人味也消失不见。而他第一反应则是：你是怎么死的？我也想试试，这样自己也能死而复生后，成为万千少男所倾慕。原来女人是巴德罗以前的旧识，名为亚历山大麦金。来这里找他的原因是为了进入荣耀俱乐部的风暴之眼，他们已经对外发布了通缉令，他必须第一时间掌握集团的讯息。可进入风暴之眼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成为荣耀集团里的杀手之一，所以才需要麦金的帮助。而他原本觉得这不过是无稽之谈，看不见的他突然灵光一现，要知道现在集团里的老人都让新上任的公子哥驱逐了出去，新晋小年轻根本不知道巴德罗年轻时候的模样，所以用你现在这样的面貌进入组织似乎行得通，到时候你就可以潜入到风暴之眼里面，掌握集团内部的所有情报，继而从内部开始瓦解。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荣耀俱乐部里的杀手全部都必须来自荣耀孤儿院，即使老巴德罗是从那里出来的人，现在年轻的模样倒像是个局外人，根本进不去荣耀杀手团队。然而巴德罗却微微一笑，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进入神圣的荣耀高中，那是一所荣耀基金会所建立的私立学校，它表面上是一所普通的学校，实际上背地里是个培养杀手的组织，甚至成立了一个杀手班。而巴德罗则是要进入这所学校，在这里得到杀手班的赏识，从而成功打入集团的内部。可他进入学校的第一天就被同班的女孩子们围得水泄不通。60岁的男孩第一天上学，竟是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大声宣扬自己是一个无情的杀手，而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引起学校高层领导的注意。可他吸引的第一批人并不是高层领导，而是学校里的校霸。原因是他刚来学校的第一天就吸引了全校女生的注意力，甚至得到了校花叶锦的芳心。校霸说自己真的是爱惨了，他为了追求叶锦贷款了3000万，出入各种高档场所买了数不清的礼物。就在他们相处了1个月后，叶锦原本打算做他的女朋友时，巴德罗突然的出现，导致这一切都出现了变数，而校霸必须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可来人的杀意侵袭着他的全身，甚至觉得即将要见到自己的太奶。此时的校霸被吓到瘫软在地，旁边的同学也丝毫不敢吱声。就在这时，教导主任屁颠屁颠跑了过来，他捏着巴德罗的脸颊喃喃道：“小兔崽子，在我的眼皮底下都敢打架闹事，跟我过来，今天罚你打扫卫生。”在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当时去书店买书的女孩也恰好在这个学校，她一脸的震惊，这个人怎么会在这里？画面一转，已经到了午饭时间，巴德罗找到了女孩，询问过后才知道，她说她没什么胃口，只想自己安安静静的吃饭。可巴德罗看着那满满的一大盆，这叫胃口不好吗？果然吃得多才能长得大。虽然他很不情愿跟巴德罗交谈，但是至少他放过了自己。原来当时巴德罗解决完章鱼过后，并没有选择杀他，而是放了他一条生路，条件就是让他告诉组织，其实是这个老人干的这些事。但是他不明白自己已经信守承诺，他为什么还要来找自己？可巴德罗却说：“我不是特意来找你的，只是刚好那么巧。不过这也是幸运的，我可以信任你的吧？”比不对，应该是李允娜。听到这话的李允娜直接愣住，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真名？愣神过后才发现，巴德罗早已经离开了这里。接下来，巴德罗在学校的表现极为出众，被誉为荣耀高中的博尔特，却被他轻松的甩在后头。测试学生们视力的时候，而他的眼睛居然高达8.6。厨艺课上的老师嘱咐他小心一点，不要割伤自己。可对于他来说，自己10岁就开始学习刀的使用方式，雕出一个苹果兔简直是手拿把掐。与此同时，教导主任对着3个盲流子大声训斥，原因是他们不好好打扫卫生，竟然在这里抽华子。可他们完全
不顾老师的威严，将他推倒在地，声称自己的老爸是一地方财阀，要是不想被吊销教师执照的话，就不要多管闲事。就在这时，巴德罗出来倒垃圾的期间看到此般场景，他便上前去制止他们的行为。可其中一人摆出六亲不认的表情，一口大浓痰吐在巴德罗的身上，并让他不想挨揍的话就赶紧离开。要知道巴德罗以前也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这种不尊师重道的行为可谓是触碰到了他的逆鳞。看到巴德罗装13的表情，盲流子挥动手臂就向他袭来。简单交手过后，3人被彻底折服，纷纷跪下让他饶过自己，便立刻逃走，甚至都忘记自己掉了手机。然而教导主任这一脚被巴德罗简简单单的挡下，可他却露出满意的微笑。原本孱弱无比的老师竟然露出一身腱子肉，原来他是荣耀俱乐部的杀手教练。这段时间都在观察着巴德罗的表现，在体育课上时，在测试视力的期间，在上厨艺课的时候，甚至刚才跟那几人交手，他发现就连手上的咖啡都没有流淌到纸杯外面。这一切的一切，巴德罗都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天赋。李老师认为他是个非常有潜质的转校生，便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志愿者俱乐部。巴德罗露出一丝微笑，他当然想，他比谁都想进入这个杀手团队，他想要报仇，想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天黑过后，老师让巴德罗留下来，因为要带他去一个地方，一个隐藏在这所学校里培养杀手苗子的杀手班级。巴德罗化名金顺公潜入了敌人内部，却招来杀手班级鬼手双雄的不满，一个是以速度著称的道亨，另一个则是以力量至上的大壮。他们分别都是荣耀孤儿院第58期的毕业生，他们认为不是从孤儿院出来的人根本没资格进入这个班级。杀手教练也毫无办法，那就好好来个欢迎仪式吧。可巴德罗觉得很无语，自己可是第1期毕业的，懂不懂尊了啊又啊。李允娜立刻出来劝架，希望大家都能和平相处。可大壮一把将他推开，让他别多管闲事。李允娜可是见识过这人有多厉害，本想着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既然不要，那你们等着死吧。随后2人便立即冲了上去，面对他们的进攻，巴德罗显得游刃有余。他们说这个地方并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娱乐场所，是为了成为世界上顶级杀手的存在，就像他一样。而那个人其实就是首任门徒巴德罗。3人瞬时拉开了距离，巴德罗似乎也燃起了干劲，虽说把自己奉为他们心中的神，心里确实很爽，但2个人一人来一下，一人来一句，确实有够麻烦的。你们2个一起上吧，速战速决。道亨和大壮顿时暴跳如雷，感觉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立刻朝他袭去。仅仅耗时2分半，2人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巴德罗依然给他们立了个大拇指。结束过后，他正准备离开，却被一道声响叫住，原来是李允娜。他问巴德罗是不是看不起这个杀手团队，巴德罗一脸懵逼，他到底在说什么？原来李允娜刚才一直在观察，当时跟道亨与大壮交手的时候，这2人的实力明显不差，但是你的拳头根本就没用力，甚至中间都是空心的。他们本就不是缺乏体力的人，却被你戏弄得全身是汗，而你却是一滴汗都没有出。你来这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究竟想干什么？你来这个学校本身就很可疑，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实力？难道说你是想靠这个赚钱吗？可巴德罗心里清楚，现在不能告诉他那么多事情，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所以他只能装傻，然后偷偷溜走。这让李允娜更加疑惑，却又无可奈何。第2天，杀手教练收到一个紧急任务，受到大宇集团总裁崔恩昌的委托，他是荣耀集团最大的赞助商之一，原因是最近发生了多起青少年的绑架案，其中一个被绑架的孩子是董事长的独生子，任务就是救回他的儿子，并且灭杀参与过这次事件的所有人。可其中一个女孩问，为什么他不报警处理呢？原因是崔主席想要告诉所有人，敢通过绑架来威胁自己的人都得死，并且能出色完成任务的人，崔主席会给荣耀上层写一封信，那人可以直接获得杀手团队的志愿者证书，在他的推荐下，就不用在这所学校待上2年半，可以立即成为一个真正的杀手。听到这话的巴德罗顿时来了兴趣，他便立刻抬手示意自己要去。可没想到的是，李允娜也有这个想法，还有道亨与大壮。老师第2天便分配他们到游乐场里调查，因为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必须保证主席儿子的安全前提下，去刺杀整件事的始作俑者。他们不是先去调查目标的行踪，而是跑到旋转木马游玩，马儿哭了，旁边的小孩也懵了，紧接着又跑去跟小朋友玩碰碰车、漂移、急刹、转弯，一气呵成。而巴德罗和李允娜也不例外，小孩子都知道，那是一些被设置过有问题的气枪。黑心老板本以为可以大赚一笔，可他不知道的是，他们从小被杀手集团训练长大，面对这些小把戏简直是手拿把掐，满载而归。头一次遇到这么多好玩的，鬼手双雄早就把以前的不愉快忘得一干二净。可只有巴德罗心里清楚，这可能是他们第1次去游乐园。要知道自己从小就经历各种魔鬼般的训练，他们的童年估计也跟自己一样，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开心的事物，只有没日没夜的操练。这个时候脸上的笑容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快乐。就在他们享受午后时光的时候，李允娜的手机突然接收到崔英烈的 AirPod， 而崔英烈正是崔主席的独生子，但是这个信号居然是从女厕所发出的。他踉踉跄跄地走了进去，虽说这里没发生任何异常，但是信号是实实在在从这里发出来的。他上前询问是不是有个耳机，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这番操作则是把外面的大汉给吓了出来。大汉见状上前想要找回面子，正当他要对李允娜动手的时候，彪形大汉被吓得瑟瑟发抖，而李允娜则是不紧不慢地望着女人，这个耳机你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
而在另一边，三人迟迟不见李允娜的身影。正当巴德罗想要用手机跟他取得联系的时候，李允娜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声称自己找到了崔英烈的耳机，而他的耳机丢失地点居然是鬼屋。闻言，巴德罗也正有这个想法，因为他发现整个游乐场就只有鬼屋没有多少人流。可问题就在于软件上显示鬼屋是全部被订满的，一个被人订爆满的鬼屋竟然没有人，大家不觉得奇怪吗？他们立即打开鬼屋的大门，道亨和大壮也顿时充满了干劲，想要从中搜寻线索。可进去之后，两人却被吓得两脚发软，而只有巴德罗注视着前方，只有他心里清楚，这里非常的诡异，本应该人满为患的鬼屋，却寂静的可怕，甚至连工作人员都没有。巴德罗立刻警示他们做好战斗准备。然而就在这时，地面上泛起浓浓烟雾，没过多久后，众人便瘫倒在地。原来这些全都是催眠烟雾。在不远处，一个人影正向他们一步一步走了过来。与此同时，杀手教练慌慌张张地找到了对接员，让他赶紧联系几个孩子们。可不管他怎么拨通电话，对面根本无人接听。据杀手教练表示，绑架青少年的人其实是杀手三狗，他曾经是被评为门徒老大的候选人，但是因为荣耀集团完全控制不住他，他才被总部给驱逐了出去。对接员熙然一笑，声称学员们掌握了各种技能，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可杀手教练却是浑身都冒着冷汗，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大腿。三狗是个残忍且变态的人，他有非常强烈的恋足癖，这条腿就是之前跟他交手失去的。如果孩子们被他抓到，一定会被他卸掉一条腿，打包到行李箱中运往自己的秘密基地，再把这些腿穿上丝袜存封到自己的收藏柜里，来满足自己那病态的嗜好。巴德罗等人被他迷晕过后，被他带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仓库，而他打算从一条最好看的狱卒开始动手。正当他准备行动的时候，李允娜的手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拿起手机，发现那是荣耀杀手集团培训基地的号码。我知道是你，三狗。如果你敢动孩子们一根头发，我就算冒着生命危险，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杀死。这么久没见，不要一上来就说那么吓人的话嘛。前辈，你是在担心我会把他们变得跟你一样的瘸子吗？要不我们打个赌怎么样？我发一个位置给你，等你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到底还有多少条腿是完好无损的？你赌对了，我就把崔恩昌的儿子还给你；如果猜错了，那你要留下另一条腿，怎么样？此时的杀手教练浑身都在颤抖，他知道这个赌注不管赌什么都会失去一样东西。可就算是这样，他依旧疾驰汽车赶往目的地，而三狗则是转头望向另一个房间，想先对另外两个人下手，因为想把这条狱卒留作最后品尝的蛋糕，才是对这场盛宴的尊重。当三狗离开后，李允娜睁开了眼睛，他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双手也被牢牢地绑住，他只能运用课堂上学到的技能，希望能寻求一线生机。他想把巴德罗给弄醒，谁知巴德罗早就醒了过来。李允娜立刻把脚收了回来，尴尬到就连大拇指都快抠出30一听，随即便想利用学到的技能捆绑挣脱术。巴德罗看着这番操作，人都傻了，这很难吗？不就是一用力就开了？他们休整一番过后，便立刻去调查崔恩昌儿子的行踪。在另一边，道亨和大壮早已清醒了过来，他们不想对一个上班族动手动脚，声称不想死的话，就赶紧把崔主席的儿子交出来。三狗微微一笑，要不要打个赌呢？你们赢了，我就释放崔恩昌的儿子；如果输了，那就留下你们一人一条腿。道亨和大壮顿时来了兴趣，看来他并不是普通的上班族，是时候可以好好的活动活动筋骨了。突然，三狗把其中一把刀扔了过去，因为他觉得在双方条件都绝对公平的情况下，赌注才显得更加有意义。道亨也不跟他客气，提起利刃就冲了上去。刹那间，道亨退了回来，他望着手上没有开刃的刀，顿时青筋暴起。就在这时，巴德罗和李允娜也循声找了过来，而道亨则是摆了摆手，让他们两个不要插手，因为他们现在非常的生气。他们要让这个口口声声说想要绝对公平的战斗，却在背地里耍心眼的人渣感受到鬼手双雄真正的实力。他们从小就接触各种魔鬼般的训练，集团筛选的最后一场测试中，是把他们丢到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森林里，这里有成千上万只野兽，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这里生存下来，但只留给他们一把只有1颗子弹的手枪。孩子们为了寻求一线生机，都会在最危机的时刻使用手枪，甚至有人遭受不住这种压力，把唯一的子弹送给了自己。道亨和大壮也是在当时成为了出生入死的兄弟，一起努力度过了种种难关，不管怎么艰难，都没有打算用这颗唯一的子弹，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决定他们命运的钥匙。直至1个月后，第58期学员中只有他们2个人活了下来。但是在这之后，他们听到了一个更加惊为天人的消息，那就是首任门徒巴德罗在他们这个年纪也接受过这个挑战。最为可怕的是，他连子弹都没有用，只身一人从这个森林中走了出来，独自手刃了无数只野兽，没有丝毫疲惫地站在众人面前。至此，巴德罗便成为了所有孩子心中的神。道亨和大壮花了10年的时间，就是为了成为像巴德罗那样强悍的杀手。原来三狗手中的利刃要比普通刀具重上3倍，换而言之，也比普通的刀刃硬度强上不少。
让人没想到的是，道亨和大壮轻轻松松就被干掉。李允那想上前去帮忙，却被巴德罗给拦住。因为此时的三狗露出异常瘆人的微笑，转瞬之势，他便要卸掉道亨的其中一条腿。就在这时，一道声响打断了三狗：“既然你那么喜欢打赌，那我们打个赌好吗？赌注翻倍，2条腿2条胳膊，只要是你高兴，甚至是我的脑袋你都可以拿去。”闻言，三狗依旧是丢了一把刀给巴德罗，他当然愿意。面对这般要求，他高兴到合不拢嘴。只见巴德罗在旁边捡起一个五彩斑斓的盘子，对付你，用这个东西足够了。要知道他可是荣耀集团里的扛把子，就算是权势滔天的杀手组织，对他也是束手无策。杀手教练曾经召集人马对他实行了围剿，那是由5名资深杀手组成的一流团队。然而在他们面对三狗的战斗当中，杀手教练整个人都看呆了。三狗对付他们就像是砍瓜切菜，其动作简直是超越了人类的极限，甚至是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还傻傻的愣在原地，一瞬间就被他卸掉了一条腿。拥有强大实力的三狗面对巴德罗的言语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年纪轻轻就敢如此口出狂言，简直是以卵击石。但是不要因为你年轻，我就会手下留情。经过三狗多次攻击后，加上刚才最后一下的斩击，巴德罗手中的托盘被切成2半，而三狗此时也露出一丝微笑，似乎对自己的刀法很是满意。李允那看此情形，也不由得抽出一把利刃，准备随时支援巴德罗。然而巴德罗却是异常的从容，他摸了摸托盘中的纹路，轻轻的稍微一用力，手中的托盘就像是报纸一般显现出褶皱，他的手指稳稳陷入进托盘的缝隙当中，摆好战斗姿势，并多谢三狗为他锻造了一把好武器。面对巴德罗的这般架势，三狗挠了挠头，看来这人真的不像是普通学生，因为他当时那一下斩击，自己明明感觉得到是能砍到他的，可就在那一瞬间，他利用托盘抵挡攻击的时候，巴德罗接连退后了好几步。见此情形，三狗也不敢再小瞧这个小伙子，脱下外套逐渐认真了起来。三狗一番操作过后，露出满意的微笑，因为好久没有遇到可以让自己认真的对手了。然而就在他以为对方会发出痛苦惨叫的时候，巴德罗一个瞬身就来到他的身后。他不理解，刚才结结实实的斩击感不可能出错。原来在刚才视野丢失的时候，巴德罗利用一个枕头给三狗造成了一个假象，他以为的斩击感其实是对枕头在攻击，而巴德罗早就绕到了他的背后。三狗的反应也颇为迅速，及时的跳开与巴德罗拉开了距离。刚才那一下是直接冲着颈动脉而去的，要不是用手挡住，现在早就血洒当场了。三狗心中泛起了嘀咕，这人真的是个学生而已吗？战斗理智且很有想法，经验也足，并且身手也非常快，丝毫不拖泥带水。托盘根本无法切开结实的肌肉，以及自己那锋利的刀刃，难道说他一直都在瞄准自己的脖子？就在这时，巴德罗突然爆射而起，两人瞬时展开剧烈的对拼。在这激烈的对抗当中，三狗渐渐跟不上巴德罗的速度，步伐也逐渐失衡，甚至能在巴德罗的眼神当中感受到非人类的杀气存在。旁边的李允那只能静静的看着，他知道自己根本就无法插手，因为此时他看到的巴德罗竟然都出现了重影。然而就在巴德罗想冲上去给他致命一击的时候，他的脸上划出一道微妙的口子。只见三狗手上掏出一把更细的刀，而在那把反曲刀当中藏有更加细小锋利的一把小刀。原来反曲刀的重量导致威力变得强大，但是相应的也会降低使用者的速度。三狗现在要的就是极致般的速度。就在三狗即将刺到巴德罗的时候，他的手却在脖子面前停了下来。他发现自己的手怎么都使不上力，甚至都已经到握不紧刀具的地步了。三狗看着掉落的武器人都傻眼了，自己曾几何时会握不住刀刃呢？巴德罗停止了动作，看来你的手已经使不上力了。三狗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但都已经太迟了，因为从一开始巴德罗迅猛的目标根本就不是他的脖子，从一开始巴德罗的目的都是冲着三狗的手而去。他切断了三狗的伸肌和外展肌，以及正中桡神经和尺神经，这些都支撑着手部力量的重要部位。韧带之所以要以那么快的速度，就是为了逼迫他护住自己的脖子，从而利用手去挡住托盘的攻击。因为人在受到伤害前的第一反应都是会用手去进行阻挡。巴德罗却说这么做的原因根本就没打算杀他。此时的三狗浑身都在颤抖，只因他有一个悲惨的童年，遭受到了惨无人道的凌辱，那就是被人吊在树上，被霸凌者滋尿，甚至是带上凶神恶煞的猛犬，声称只要赢了他们两个，就再也不欺负他了。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似乎身体里打开了异样的开关，深深撼动着他的心灵，他的身体便不自觉地行动了起来。可他并没有朝着2条恶犬动手，而是朝着施暴者冲了上去。他把生命压在自己的手上。从此，赌这种行为让他疯狂上瘾，就好似无形中注射了血清素和肾上腺素，赌便成为了他的精神食粮。而他每次赌上自己性命的时候，都能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感。也因为紧张刺激的赌注，让他在每次的战斗当中获得了大大小小的胜利。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庞然大物，那感觉是实实在在透露着野性的味道。似乎自己只要稍微不注意，就会被他吞进肚子里。巴德罗则是不紧不慢地将托盘揉搓，逐渐利用托盘将整个拳头包裹，并扬言：“你不是说我是以卵击石吗？那我将为你展示石头是怎么被鸡蛋破坏的。”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就差点让他见到自己的太奶。三狗不愿相信这个小屁孩竟有如此实力。当巴德罗再次冲上去的时候，
三狗居然掏出86式手榴弹，并威胁巴德罗现在就给我跪下，不然就引爆手雷同归于尽。这里面可是住宿了1600颗钢珠，并且箱子里有你们想要的那位少爷，那便是崔恩昌主席的独生子，他现在就在里面。李宇那顿时一惊，要是引爆了炸弹，别说崔主席的儿子，就连我们都不一定能全身而退。而巴德罗则是沉思了片刻，只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上去，三狗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用手雷堵住了嘴巴，随后便拉开了手雷的保险环。你应该是知道手雷的威力，如果不想死，就给我好好咬住。巴德罗彻底怒了，他要好好教训这个人渣。三狗被打得天南找不到地北，更要命的是嘴巴里的手雷，他是丝毫不敢松上那么一点。巴德罗刚把保险环插了回去，三狗悬在半空中的心才松了下来。以后再给我堵这儿堵那儿的，可就真别怪我不客气了。只见三狗缓缓站了起来，他苦苦地向巴德罗哀求：“求求你放过我吧，别再打了，就当我们今天从来没见过。还有孩子们，我全都把他们放了。”李宇那直接看傻眼了，刚才那股狠劲儿去哪里了？就在这时，杀手教练猛地推开大门：“三狗，放过那些孩子。”可眼前的场景让他颇为震惊。以前心狠手辣的三狗从骨子里透露着硬气，可现如今却在地上哭爹喊娘，而巴德罗等人却跟没事人一样。道亨和大壮也就稍微受了点轻伤。不多一会儿，集团安排了人员来清理现场，崔主席的儿子如约获救，没有受到一点伤害。三狗也一并被打包带走，送往荣耀集团等候发落。可杀手教练却心事重重，虽说结束了杀手生涯中的噩梦，仅凭这几个孩子就能把三狗推上绝路，实在难以置信。可化名金顺宫的巴德罗一再否认，杀手教练也不好再说些什么。次日，他们如约而至，获得了荣耀集团的杀手名额，在前往崔主席办公大楼的电梯上激动万分。然而，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全都傻眼了。两个人高马大的女战士矗立在他们面前，道亨则是疯狂按电梯的关门键，生怕门晚关那么一会儿，自己就会死在这里。可当他们看到身后有个身材哇塞、长相极为甜美的美女秘书时，道亨又在疯狂按开门键，眼神就没从秘书身上离开过。跟我来吧，等你们好久了。崔主席交代要好好招待你们。他们吃了一顿极为奢侈的晚餐，还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一整套西服，甚至带他们去了大宇集团的军事库。这里拥有成千上万种的武器，不管什么品类，不管什么型号，在这里都能找得到。这里所拥有的武器数量，要说配备一整个军事队伍都绰绰有余，并且交代他们想要什么拿什么，想拿多少就拿多少。道亨和大壮哪见过这种场面，眼睛都快冒绿光了。然而他们却表现得一点也不在意。可下一秒，我们就拿这一点点就好。秘书小姐也是连忙说这些都会给你们送回去的。李宇那则是对刀具更感兴趣，这里不仅有大马士革刀，还有 S30V 特制钢刀。当他也想拿上一把的时候，却想起当时面对三狗，自己没有出过一份力，哪里好意思要人家的东西。而巴德罗对那些武器丝毫不感兴趣，只是要了一支简简单单的钢笔而已。随后秘书小姐便说现在要送你去主席的办公室。道亨和大壮骄傲的鼻子都长长了，其他学员哪里有过这种待遇，但他却说并不是这样的，要去主席办公室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顺宫。没过多久便把巴德罗带到了他的办公室，并吩咐秘书可以下去了。巴德罗一脸茫然，他不知道主席单独见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作为大宇集团的总裁，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企业家崔恩昌现在是满脸高兴，因为崔恩昌说我知道你是谁。只因在40多年前，崔恩昌被苏联军方所绑架，崔恩昌的父亲崔大和焦急万分，他们动用了种种酷刑，扎针、电击、浇水，再电击。俄军的牵线人依旧是不为所动，反而发出瘆人的笑声。Все та же фраза. Есть только один способ спасти этого ребенка. Ракеты, разработанные вами, Южной Кореей и США. Предоставьте это нам.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Если вы откажетесь, на этом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жизнь наследника Deo Group. 听到这话的崔大和感觉世界都崩塌了。虽说他们已经向美国发出了请求，最精锐的三角洲部队已经前往了莫斯科，然而接线员的一番话让崔大和彻底崩溃。崔大和没有任何办法，只是简简单单说了一句去那个地方。他们来到了荣耀教会，心急如焚的他已经失去了理智，疯狂的砸向忏悔窗口。他苦苦的向神父哀求，声称只要愿意救他的儿子，什么要求都能答应。大宇集团可以向教会给予近100年的支持，你养的那12个门徒，请把他们全部都派过去。神父只是轻描淡写说了一句，不用担心，那个男人会过去的。崔大和听见人都傻了，一个人，美军精锐的三角洲部队过去都被歼灭了，派往一个人有用吗？放心吧，只要你衷心祈祷，他能做到你想要的一切。就算他只有一个人，因为那个男人，他是我现役门徒之中最强的那一个。Кто этот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Это поезд со скоростью 300 км в час. Как он сюда попал? 只见巴德罗微微叹了一口气。
众人甚至都没来得及反抗，就被巴德罗纷纷了结了生命。然而 Опусти пистолет, ублюдок, если вы не хотите, чтобы у молодого господина была дырка в голове. Немедленно опустите оружие. Я слышал о таком монстре в Коре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в которую он входит. Только он выживет. Но ты намного моложе, чем я думал. Это ведь ты, протеже Бадра. 녀석은 추이연창, 내가 셋을 센 다음이다. 너는 바로 웅크리고 앉아라. 잘 들으셨습니까? А чем ты, черт возьми? Говоришь? Говори по-русски, или я вышибу этому парню мозги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1, 2, 3... Мне так жаль. Я начинаю говорить по-русски. До свидания. Первый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КГБ Андреева, лейтенант Евгений。崔恩昌惊魂未定，缓过神来后才跟巴德罗说了句谢谢，并且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张脸 ，so fucking cool。而巴德罗却没有丝毫心理波动，因为他对这小子根本没有感情，他所救的是整个大宇集团的未来。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赶快站起来，我们回家的路还很长，不要跟丢了。自此，巴德罗便成为了他儿时心中的英雄。多亏了他，自己才能从那场斗争当中活下来。经历了40多年，依旧是无法忘记心目中的那张脸。所以，金顺公先生，其实巴德罗就是你的爷爷，对吗？你跟他年轻时候长得一模一样，我居然都不知道他有后代。这把巴德罗给吓得够呛，多少年下来心跳都没有如此之快。但是当时那个虚弱的小男孩，如今成长为一个英俊潇洒且有魄力的男人了。随后，崔恩昌便埋怨金顺公为什么只拿了简简单单一支钢笔而已，但是在走之前要送给他一份礼物，不能让他的孙子就这样离开。因为当时巴德罗救下儿时的自己，就是用了类似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这是大宇集团大量资金所研发的 ST Petrus V4， 这是不对外出售的产物。它具备全球最强大的引擎，拥有世界上非官方的最快速度，每小时最高可达527.21公里，并且还有隐身的功能，甚至可以中断10公里内的所有信号。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需要担心监控和 GPS 定位。李允娜看到眼都发直了，控制不住的上去一顿抚摸，而道亨和大壮又是表现的毫不在意，下一秒便询问起秘书小姐能不能用这一身装备换这一辆梦中情车，然而得到的回答必然是不可以。与此同时，巴德罗丢了一个头盔给李允娜，上来吧，骑上一圈试试车。大壮一脸嫌弃，这辆车很明显更适合我。道亨则表示应该是我们兄弟2人才对。就在这时，杀手教练的电话打了过来，你们玩得开心吗？在这么开心的时刻，本不应该打断你们。不过有一件事，光荣队的人想见见你们，他们对你们4个很感兴趣。巴德罗的心已经按耐不住躁动，疯狂地轰着油门，因为他知道这是杀手团队的聚会。道亨和大壮听到后也渐渐变了脸色，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他们2个一脸严肃，虽然没有好车，但是我们热血。不多一会，他们打点好了行装，来到了荣耀俱乐部分会教堂。道亨和大壮表现得异常兴奋，他们觉得被评估为受欢迎的新人是一件很烦人的事情。而李允娜这个半吊子，表面上颇为淡定，内心其实慌的一批。当他们推开大门之后，里面的场景根本无法预估得到。整体面积不大的教堂，满满当当坐满了人。换而言之，这些全都是从荣耀集团里培养出来的，一个个顶尖的杀手。荣耀集团里的杀手分为4个等级， D 级杀手只能接以普通人为目标的任务， C 级杀手要和黑帮或者是其他具有武装配备的组织打交道， B 级杀手则是会与其他杀手组织所抗衡，而 A 级杀手是需要参与国家级的暗杀任务。但是在这之上，教会颁发了12枚十字架项链，那是只有荣耀集团培养的12门徒才能拥有的标志性物品，他们每个单独拎出来都能与一整支军队所抗衡。然而在这种以等级划分的金字塔里，只有一人到达了顶峰，那就是门徒之首巴德罗。拥有近100年历史的组织，只有他一人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他们每次接受任务前，都要到荣耀教堂里忏悔，然后再根据等级划分，分别从神父手上获取任务。而道亨和大壮第一次接到集团里的任务，表现得异常兴奋，可他们看到字样后却不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父表示，教会并不会直接给新人分配任务，而是会给他们一杯美味的圣血，作为他们进入组织的奖励。可让人没想到的是，神父竟将圣血泼在了道亨的脑袋上，并声称什么样子的垃圾杂碎都能被上头所欣赏，真搞不懂他们怎么想的。道亨直接将任务牌子给咬碎，年轻气盛的他哪受得了这种侮辱？刹那间2人便开始活动起了筋骨，随时准备战斗。神父身后的2人也不甘示弱，势必要好好教训一下生瓜蛋子。李允娜眼睛都看呆了，他们相比之前面对3狗，实力变得更加强悍。然而道亨脸上滴下了点点血液，刀疤脸摆出一脸笑容，别闹了，杀手可不是用蛮力就能赢的，就只有这点能耐吗？道亨一脸担心自己的兄弟，可突然李允娜想上前去劝阻，却被另外一人拦住。对于曾经是章鱼的仆从，你既没有独特的能力，也没有相应的技巧，能够成为一名D级杀手，你应该向天主感恩，真是不要脸的婊子。巴德罗则是走了过来，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太过分了，前辈。
可面对这般挑衅，巴德罗还是犹豫了，因为他回想起麦金的叮嘱，千万不能强出头。星源杀手金顺宫打败了 C 级以上的资深杀手，这根本说不通。以你的身手和技巧，荣耀集团发现只是时间问题，并且不仅仅是我们的计划会被打乱，他们每个人都会受到牵连，包括那些孩子们。虽然巴德罗很想现在就教训一下他们，但是现在的他仍然需要伪装在地级杀手的外表下才行。你怎么敢在前辈面前表现得如此傲慢？长得帅有用吗？看起来就像是舞男，难道说是想在女孩子面前出风头？突然，巴德罗的一句话让他微微愣住。随便你怎么打我都行，但是请先让我带他们去医院。一个大量内出血，一个手部重伤，如果不赶紧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永远不会忘记前辈们的教诲，所以请让我带他们去医院吧。见到这般架势，来人才打算就此收手，但是你们必须现在就上交杀手凭证，等你们什么时候有能耐了，再来从我这里取回去。四人这才能够从教堂里出来。道亨心生愧疚，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队友。我们怎么跟老师说？四个人全部都丢了杀手执照。对不起，李允呐，金顺宫，都怪我太冲动，我不配当这个队长。巴德罗则是帮道亨戴上了帽子。走吧，该回家了。队长，忙活了一整天，肚子都饿了。队长，请吃饭吧。在回去的路上，李宇娜心中五味杂陈。她问起了巴德罗，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真正的变强？他们拿走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杀手执照，在这个社会上，只要你弱，就会被掠夺所拥有的一切。我想要变得更强，巴德罗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他也被掠夺了最为重要的东西。只见李宇娜用力地抓住他的衣服，微微地靠在了他的背后，一切尽在不言中。夜幕降临，两人在外寻玩乐子，回到了荣耀汉江分教堂，而月光下却透露着一个阴暗的背影。巴德罗双手合十，对着天主做出诚恳的忏悔。白天的时候，真的有必要做的那么过分吗？你们所崇尚的等级制度，看来我有必要展示一下，你们这辈子都不可能见到的。S 级门徒究竟是怎么样的？B 级杀手刀疤男大牙都要笑掉，他觉得自己从业杀手14年，门徒都没见到过，更别提 S 级门徒的战斗。当他望向旁边的时候，彻底让他冷汗直冒。作为教会里排名靠前的张主任，此时竟然是满脸阴霾。他看着这个完全没有名气的地级高中生，没有掩体也没有武器，只是手里拿着一串圣珠，全身上下都是破绽，却面对他的眼神的时候，透露出无穷无尽的杀意。刀疤男嘲笑张主任：“你难道给这个小鬼给吓傻了吗？”反应过来的张主任这才意识到，这不过是眼神有点可怕的小鬼。他从身后拿出一本圣经，声称教会有个规矩，敢对前辈以下犯上的话，前辈是可以立刻将你干掉。张主任觉得只要把书扔出去，他肯定会用手进行防守，那样的话必然露出肋下的破绽，从而进行攻击。受到伤害的同时，本能捂住自己的肚子。然而实际上真正的目标并不是肋下，而是因为捂住肚子时会弯着腰来对他的眼睛进行伤害。可当他冲上去的时候，眼神不自觉地开始晃动，自己的手已经不受控制地在空中乱飞。那年轻人手里圣珠所缠绕的细线锋利无比，并且此时已经沾满了自己的血液。张主任瞳孔骤然放大，他缓过神来后立刻捂住自己的脖子，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身上的鸡皮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刀疤男都不知道他到底怎么面对死亡的恐惧，迟迟不肯松开自己的脖子，生怕下一秒自己脑袋就会想要搬家。因为刚才在神识之中，自己跟他交手了上千次，不管用上什么办法，不管以哪种形式，每一次都败下阵来。从业数十年间经历过上万次的战斗，只有这个人让自己有过这种感觉，那就是就算没有真的动手，本能的察觉到自己会输。这种眼神和这种威压根本就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似乎他只要稍微动手指，杀死我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巴德罗此时已经感受到了来人的敬畏，他走上前只是微微抬起了手，张主任就已经吓得哭爹喊娘，疯狂的在向他求饶，希望可以放过自己。然而巴德罗只是轻轻的拍了一下他的脸。前辈能够觉察出死亡的能力是作为杀手的基本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还挺强的，你今天上了宝贵的一课。巴德罗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走出了教堂。此时的麦金寻了过来，他质问巴德罗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如果挑起事端被荣耀集团的人发现了怎么办？可巴德罗却说并不会发生。试想一下，在一拳都没出的情况下，一个 B 级杀手却输给了 D 级，遭到了20岁的新人羞辱。如果那个人是你，你也不会去对外宣称。麦金撅着小嘴生着闷气，亏自己还那么担心他，耍什么帅？次日，道亨和大壮瑟瑟发抖，他们觉得杀手教练会大发雷霆，杀手执照就这么被弄丢了。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道声响吓得他们惊诧万分。可来人并不是教练，而是张主任。他们两个不知道为什么又来找上自己，不会又是来打架的吧？只见他把杀手执照递了过来，两兄弟顿时就眉开眼笑，这样就不用被老师骂了。而张主任的注意力却在另一边，那就是化名金顺宫的巴德罗。张主任到现在都无法忘记那股渗人的威压。随后，道亨、大壮两兄弟便与张主任道谢。巴德罗看到这番场景也是欣然一笑，而李允娜的杀手执照也是
是时候交回给他本人了。可班级里只有道亨跟同学们炫耀的声响，根本没见到李允娜。此时的训练场内，李允娜疯狂的在对着假人训练。她回想起道亨和三狗的战斗，还有他们跟张主任的对抗，自己相较于他们简直是弱得可怜。就算是拿到了杀手执照又如何，还不照样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物一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只能呆呆的在旁边看着。再这么下去的话，自己的弟弟允进会有危险。可就在这时，巴德罗出现在李允娜的身后，他把杀手执照的 ID 卡递了过来。可李允娜非但没有变得高兴，而是觉得自己根本不配拥有。正当他准备离开时，是因为你的弟弟吗？你说你自己很可悲，但你又选择当一个不适合自己的杀手，都是为了你的弟弟是吗？别说的好像你什么都知道似的。如果你并不清楚别人的处境，别给我随便对人评头论足。可巴德罗却说，对于你的弟弟，我还是知道一些的，跟我说说你的弟弟吧。原来李允娜的弟弟根本就不是他的亲弟弟，他仅仅是孤儿院年龄比他较小的一个孩子。李允娜从小就孤僻，她不想要家人这种东西存在。她刚出生当天就被遗弃在地铁站的储物柜里，本应该死在那里的人被人所救送到了孤儿院。虽然这里的生活环境不是那么的好，但也够他们活着。对于朋友家人这一说法，他根本就不想要，因为他再也不想又被人所抛弃。他想要就这样孤独的死去，他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然而在一次任务当中，他中枪导致大出血，在被急救的期间里，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多少血浆了，要把他送到荣耀医院吗？有那个必要吗？我们直接把他扔了就好了，反正这种孩子随处可见，而且我们最近的补助金也没多少。老师原以为李允娜神志不清，可他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期间只有李允进来看过他一次，万念俱灰的他觉得，要是一开始自己就死掉，应该会是个不错的结局。然而没过多久，他从病床上醒了过来，医生却说这是个奇迹。可恢复伤势的他就再也没见过李允进，询问同为孤儿院的小孩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就算是老师怎么劝阻，他还是固执的想要找到李允进。原来在李允娜昏迷期间，李允进说要救他的姐姐，就算是自己死掉也没有关系。最终李允娜还是找到了他，见到的时候他微弱的躺在病床上，说了一句，我的姐姐，你现在不疼了吧？李允娜的心跟碎了一样，她以为自己没有家人了，不会再有人会为了自己做任何事。可那个笨蛋真的就把自己当成了亲姐姐。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只找苦命人。一袋血液凝固剂高达170万韩元，那个孩子每5个小时就要用1瓶，他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深渊。你要立即终止他的治疗。然而李允娜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跪在了他们面前，恳求他们继续治疗，不能就这样放弃他。自己已经没事了，可以挣钱，无论多少都没关系，住院费、治疗费什么的都由他来还钱。因为他第一次拥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就算不是亲弟弟又怎样，长得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他一定要救活自己的弟弟，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巴德罗觉得，看来是自己误会他了，并不是选择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业，而是他一定要这么做。就当巴德罗想要离开的时候，李允娜拉住了巴德罗，你是我见过当中最强的，没有之一。我恳求你帮我变得更强，这样我才能接到任务赚取佣金，救活我的弟弟。巴德罗认为李允娜体格小，力量弱，胆子更小，脾气却很暴躁，这些都是作为杀手最差劲的条件，但是却拥有作为杀手来说最优秀的眼睛。因为当时在章鱼餐厅的时候，你精准看到了筷子的行经路线，还有跟道亨和大壮初次交手的时候，你也察觉出拳头没有握紧的细节，跟张主任的对战你也清清楚楚，甚至在跟三狗过招期间，你也看清了他每一个动作，这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无法后天努力去弥补的优势。所以有一种武器可以把你的劣势转化为优势，你可以用这个武器打败任何人，如果你能精准熟练掌握它的话，会让你成为一个真正而优秀的杀手。当李允娜看到手上的物品时惊诧万分，为什么会是这个？那是由纯银打造的绳标，看似轻巧，实则杀人于无形的利器。李允娜不能理解，光靠这个真的能行吗？巴德罗解释道，绳标乃是传统武术之一，以绝对的柔韧性缠绕在身上，转而投掷出去射向你的敌人，还会使其旋转，让绳标出去的瞬间更加具有破坏力。还有一个巨大的优点，那就是敌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方向飞来，所以尽你所能抓住他，控制他，让他跟你合二为一。第二天，道亨和大壮在为每周100万韩元的薪资沾沾自喜，而李允娜却迟迟没有见到踪影。道亨表示，李允娜大概率是去做兼职了，他要清理杀手们去过的现场痕迹，就算现场到处是排泄物，亦或是内脏，他都不嫌脏，因为这能让他获得不菲的收入。为了那个病床上的弟弟，两兄弟根本搞不懂，明明什么都不做就有钱，那么拼干什么？就在这时，道亨收到了李允娜的短信，他想要道亨给他送条围巾。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一个零下20度的冷冻库，两个年轻力壮的大小伙被冻得瑟瑟发抖，他们不理解他来这个地方干嘛。李允娜表示，当然是为了训练变得更强，在这种地方能怎么训练？总不能是徒手破冰吧？李允娜把绳标给他们看过后，两人笑得嘴都歪了，声称用这个还不如拿把枪实在。虽说这个东西破坏力很强，但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面对枪支更加显得无力。可李允娜并不认同，因为她依稀记得巴德罗曾经说过，枪可以做到一击毙命 ，one shot one kill， 但绳标这种东西不太一样，如果使用者熟练掌握，并且运用得当，可以做到 one shot all kill。两兄弟看到这番场面，下巴都吓掉，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傍晚时分，冰场老板来询问李允娜是否训练完毕。他说他见过很多来这里破冰练习的，也见过把自己关在这里面几天的家伙，但是看到像他一样把全部冰块都打碎的人还是第一次。李允娜以为老板是来向自己收取训练费用的，可老板却摆了摆手说不用，因为在3个小时之前，一个年轻小伙帮你给了足足100万，并且还让我把这个东西给你。他交代说你一定会用得上。
李允娜从冰场出来后，给巴德罗打去了电话，感谢的话却迟迟没有说出口。但电话那头却迎来了祝贺：恭喜你，李允娜同学，你获得了属于你自己真正的武器，明天见。而巴德罗此时所看的册子是所有杀手的详细资料，从而早就知道，其实李允娜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从很早以前就牢牢地掌握在他自己手上。看似普通的首尔医科大，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仅有伪装医疗事故的暗杀部门，还有处理废弃尸体的行动小组。杀手来到这家医院，甚至都有专门的 VIP 医师进行治疗。最重要的是，这家医院有个堪称不是人类的人——使徒内丹尼尔。他是被上天眷顾的天才医生，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后就躲了起来。然而在4年前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一名警察执勤完毕后赶回警局，快到门口的时候却看到异样的情况，不知道是谁在警局门口晒衣服。可在走近一点时，他却被吓得惊诧万分，这导致他一不小心发生了车祸。原来警局门口的并不是衣服，而是一具具的尸体，这都是里约热内卢的黑帮成员。这起事件也迎来了行动小组的调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某个废弃大楼里的黑帮缠斗中，各种枪支器械都被折弯了，甚至在一个柱子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枪械。行动小组的队长发现情况不妙，突然一双大手从黑暗之中伸了出来，一名队员瞬间被拖进幽暗阴森的房间里。只听到一段骨头碎裂的声音后，整栋大楼寂静的让人毛骨悚然。没过多久，房间里发出异常瘆人的呼喊声，慢慢的透过月光看去，天花板上插满了尸体。一个高大威猛的身影缓缓走来，一只手上还抓着一个头颅，此人身上冒着缕缕白烟，那形态宛如一尊煞神，嘴里鼓鼓囊囊的念叨着：“再给我来一个人。”小组队长被吓得不知所措，拿起手中的冲锋枪一顿扫射。6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统治了里约30年的黑帮暴，以及那些拥有出色作战技能的军人，仅在1天之内全部回家见了祖宗。甚至当时被巴德罗等人送回荣耀集团的3狗，他在地下室也成功大闹了一番。可当使徒奈丹尼尔向他走来时，他却呆呆地愣在原地，动弹不得，甚至那让他引以为傲的刀都不由得掉在了地上。此时的3狗如同小奶狗，似乎连呼吸都需要有人来协助完成。次日，医院里一个小孩闹着不想打针，道亨和大壮还嘲笑他居然害怕打针。可下一秒，他们就在对护士小姐姐求情，下手轻点。他们一起来到这儿的原因，是因为新人杀手必须接受体检，必须接受荣耀医院里的各种检查。可最让人担忧的就是抽血，理由很简单，荣耀集团就是为了给杀手们套上脖圈，像指纹和 DNA 的生物信息是不会随着年龄所改变的。万一有人背叛组织逃跑，也能从这些信息去进行追踪。如果年轻的巴德罗被抽血了，他们迟早会发现这个血型和老巴德罗的血型相匹配，也就是说，这会暴露真实身份。新晋年轻杀手金顺宫其实就是巴德罗。当巴德罗回到麦金住所的时候，他一脸严肃。巴德罗很无辜，没错呀，今天抽血了。你个死老头，搞什么搞？真受不了你！之前还招惹 B 级杀手，现在还敢抽血，你这不是告诉所有人你就是巴德罗呀？巴德罗摸摸下巴，似乎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不想活了？可巴德罗却说，不是不想活，而是想到了彻底摆脱他们追捕的办法，那就是我要炸掉医院。你个老壁灯，疯老头，越老越不正经，越老越不靠谱，返老还童就无法无天了。你当那里是什么地方？巴德罗心里当然清楚，因为自己的 DNA 应该就在医院的数据中心，摧毁数据库当然不难，难就难在那丹尼尔就在那所医院当中。可不管麦金怎么劝阻，巴德罗依旧是不为所动。他想到一个办法进去，但这个办法需要麦金的帮助。第二天，行走在街道上的路人纷纷看向了 LED 屏，巨大的 LED 屏上挂着一份问候：8月24日，巴德罗会去找那丹尼尔医生。这导致这家医院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戒备，不仅每名医生都配备了枪支，警备人员也频频出动，甚至专业的巴西雇佣兵都被召集了起来。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对 S 级门徒之间的战斗特别感兴趣，能看上一次就不枉此生了。可谁也不知道巴德罗会什么时候到来，这个人行踪一直都是神出鬼没的。让人没想到的是，巴德罗其实就在他们当中，因为他早就说过，不用来找我，我会去找你们的。在另一边，一家高档的洗浴中心，坐着的不是把控政治的高官，就是某集团的董事。自从巴德罗被驱逐出去后，我就非常担心，现在他摆上台面来了，这不就是正面宣战了吗？很显然，我们现在连他人在哪都不知道。小伙子，要是巴德罗真的来了，可就麻烦了，你要快点想办法搞定他。如果你连一个无牙老虎都搞不定，就趁早退位吧，不要搞得后面由我们来收拾烂摊子。蔡老头是不是效率很多？我开始得意忘形，只不过是陆军参谋长中的部长说话，这么没眼力见，你是在小瞧我吧？放长双眼看着吧，究竟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比较强，还是我新培养的杰作更厉害？还别说，巴德罗会的技能当个正骨医生也能赚不少钱。可他来到这并不是为了当医生的，而是为了干掉那丹尼尔。可问题是根本没有一个叫罗贤日的人。难道说他做过整容手术并且换了个名字？但有一点巴德罗很确定，他一定就在医院的某个地方。就在这时，眼睛上的通话系统响了起来。看来你在人力资源部门也没什么收获。巴德罗陷入了沉思，有什么办法能不被发现金顺宫的身份，把那丹尼尔给找出来？面前一位巴西雇佣兵经过了这里，他也没有给地级杀手的金顺宫好脸色，声称不好好工作就杀了你。巴德罗态度突然180
180度转变，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既然钓鱼者不露面，那只好先处理鱼饵。随后便吩咐麦金可以去使用那个计划。没过多久，一名医护人员慌张地跑进了地下室，他把一个监控下拍到的画面递给了教授。画面显示是在3楼的骨科手术室，一名蒙面人在跟巴西雇佣兵的战斗，可这却是单方面的碾压，强悍的雇佣兵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仅只在10秒钟就解决了战斗。只见那人缓缓走向闭路摄像头，从画面上看到的是确实的巴德罗。这时的教授微微扬起了嘴角，表现得异常兴奋，他真的来了，终于来了！专属的 VIP 位置正等着巴德罗，也不知道巴德罗喜不喜欢，真想快点脱掉他的衣服，把他放进这专属的人形标本里。原来那个画面是利用 AI 技术合成上去的，甚至是以前老巴德罗脸上的皱纹都分毫不差。事情做到这个份上，那丹尼尔就不可能不露面了。诱饵既然已经抛了出来，现在就该等于上钩了。午间时分，李允娜竟然也来到了这家医院，可她不能理解的是，那个被称为教授的使徒奈丹尼尔为什么会让他过来医院？难道说当时在章鱼饭店的事情被他们发现了吗？突然，巴德罗出现在李允娜的身后，他询问李允娜为什么会到医院来，因为正常来说他不应该会出现在这里。看到如此戒备的金顺公，李允娜才透露出心声，她觉得金顺公很难相信这个事实。当时在书店碰到的那位爷爷，看得出来跟金顺公有着必然的联系，可那人为了救下自己中了枪伤，不出意外的话，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巴德罗沉思了片刻后说道，虽然不想把你牵扯进来，但如果是因为那件事你才来的医院，你应该见过这个人，使徒奈丹尼尔。别说你不认识，你应该没有被召集参与这次的狩猎行动，是不是这个人把你叫到这里来的？可还没等他开口，身后一道声响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两人朝着声音方向望了过去。可李允娜表情逐渐变得不太对劲，此时的她背脊发凉，浑身都在颤抖，无形的压力侵袭着她的全身。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映入眼帘，此人正是被称为教授的现任使徒纳丹尼尔，而他的眼神正死死地盯着巴德罗。面对现任的顶级杀手，他也不由得心有余悸，因为刚才只是简单的握了一下手，就令他感到一阵酥麻。而现任使徒奈丹尼尔也不例外，就连手下给他递去资料都无力接住，那种强悍的力量甚至都把手套给握出压痕。可教授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异常的兴奋，因为这种强势力量的压迫感就应该留在自己身边，成为那套不忘的样品。随后便吩咐手下找到了金顺公，他递上了一张可以进出医院任何地方的 ID 卡，并声称教授原本是从不选拔随行人员，但你小子居然获得了教授的青睐，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但是你一定要谨记3点，首先是不要在他问话之前先开口说话，其次是不能质疑教授要做的事，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拒绝那位大人的恩宠。这让巴德罗听得一愣一愣的，他也搞不清楚现在是怎么一回事。没过多久便来到了教授面前，映入眼帘的是7、8个彪形大汉，从脸上看出他们每一个都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是带着浓烈血腥味的异乡人。他们既不是荣耀集团的人，也不忠诚于荣耀，他们只追随自己心中的王，而这位王便是现任使徒奈丹尼尔。随后便吩咐立刻封锁整栋医院的出入口，因为他们已经去把所有老人的血液进行 DNA 比对，找到巴德罗也只是时间问题，毕竟任何变装都无法更改生物信息。然而他们的计划巴德罗听得一清二楚，心想他们按照这个方向，也许一辈子都找不到自己。就在这时，教授说要带金顺公去一个地方，他们从楼梯间一直在往下走，巴德罗一直跟着教授，不知道走了多久，这个地下也不清楚到底有多深，因为从麦金的情报上表示，3维立体图根本没有这个地方的标注。巴德罗不知道要走几层，走多久，楼梯尽头到底是哪里，可更不能理解的是，他究竟要给自己看些什么东西。没过多久后，随着滴的一声，大门打开后，画面让人毛骨悚然，一座座的气囊包裹着一具具尸体，这种做法可谓是人神共愤。他说这是他实现理想的地方，探究生物的所有信息。查尔斯·达尔文曾经说过，所有生物都是根据自然选择进化，所谓进化是由偶然引起的，没有理由计较优胜劣汰。但是达尔文错了，我的选择不可能是因为自然或偶然，减少无谓的弱小，保留强大的基因使其继续发展，比起强行救活体弱多病的人，这才是更加有医疗意义的价值。所以金顺公，你愿意？没等教授把话说完，地下室里响起巨大的警报声，地下病洞的实验体正在逃跑，请病洞内的研究人员尽快锁上门。警告：主色的一受体已被激活到第4阶段，无法从精神控制实验体。实验体疯狂地奔向大门，他觉得不管怎么样，只要离开了这里，一切都好了。可突然，抱歉，不能因为仅仅的实验体打断我们的谈话。回归正题，我喜欢强大的人，所以强者们的肌肉甚至是细胞，我都曾经解剖过去研究。主要是我有一个非常想超越的一个人，我从你身上看到了这一切的可能性。你年纪轻轻就拥有强大不凡的力量，我想看到你进化的结果，进化后你会变得有多强大，不容得知。可这种事情想想就觉得刺激，不是吗？接受我的恩宠吧，金顺公，以我的能力完全可以把你变成 A 级，甚至可以变成像使徒一样的强者。从地下室出来后的巴德罗心中泛起了嘀咕，虽说表面上顺从了他并不会有太大的
影响，但还是感受到了他不一样的强大，因为他能清楚地感应到墙的另一面，并且能精准抓住时机打碎他的头盖骨。可这种力量的根源在哪里，他也很好奇。可为了要能继续调查下去，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掉血液的问题。他打算潜入进去换掉对比结果。麦金对他的这个决议产生了异议，那种地方的房间肯定是不好进的，并且万一被发现怎么办？可巴德罗却说这种事不会发生的，因为他现在有教授给他可进出任何房间的 ID 卡。当时跟随那丹尼尔会诊的期间内，他都时刻注意着时间。他一般会诊大概是4分30秒，只要在这个时间段内找出来并替换掉，就不会被任何人发现。可巴德罗怎么翻找，似乎都没有找到。而另一边，教授已经会诊结束，回去的路上，下属再给他报告血样对比结果，显示没有任何一个老人血液和巴德罗的一样。男人为了成为世界上最强之人，不惜一切代价向世界之最挑战。其中，在一个现代罗马大剧场中，这里是号称无法律的现代斗兽场，任何形式的杀戮都没有限制。拥有世界最强之腿称号的卡特·福格曼，当他遇到这个男人的时候，也变得毫无还手之力，仅仅一招便卸掉了他一条腿，就好似从没长在福格曼身上一般，堪称拥有世界上最硬拳头的男人。当对战到他的拳头时，自己的就如同是橡皮捏的一样，而世界上各种顶级的黑帮，在他面前也只不过是一捏就碎的玩物。可就算他把世界上的强者都击溃了，但在他们口中诉说的是，你永远不可能成为最强之人，除非叫巴德罗的男人不在这个世界上。这让那丹尼尔无比烦躁，因为至今为止所干掉的那些人，张口闭口全都是巴德罗。所以巴德罗到底是谁？他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只要打败你就能成为世界最强？我必须要见到你，亲手把你干掉。而当他想着这些事情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却发现金顺公在这里。他不能理解，一个区地级杀手为什么要进入使徒的私人房间。此时的巴德罗一脸茫然，这几天教授都在同一时间同一路线进行会诊，可现在离结束会诊还有2分半的时间，为什么这个家伙回来的这么快？难道说他是故意做给自己看的吗？无论是会诊，亦或是劝自己接受恩宠，还是说展示隐藏在地下室的秘密，这些难道是为了引出自己现身而抛出的诱饵吗？教授又重复问着，你真的很有必要对此解释清楚。巴德罗眼光一闪，灵机一动，我是来把这个转交给您的，虽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但这个是洪博士叫我拿给教授的。说罢便立刻想要离开，却被教授一把抓住了肩膀。他也不是傻子，这个资料上的翻阅痕迹不像是不知情的样子。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想要知道那些老人的血液样本？你究竟对里面的哪一点而感到好奇？如果你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那真相显而易见。可巴德罗却表现得异常从容。他说，一个人可以改变语气和行为，甚至是面部特征和表情，但是有一点是绝对无法伪造的，那就是 DNA。我们一直都抓不到巴德罗，所以我大胆猜测，也许巴德罗已经不是我们所知道那副模样了。我才来翻找最近做过整容手术，亦或是变性手术的人进行比较，然后跟图表上的血型来比对，却没有发现相匹配的人。所以对不起教授，本应该征得教授的同意再看的，但因为太想抓住巴德罗的想法所冲昏了头，我僭越了，对不起。教授似乎还存有怀疑，但是巴德罗的回答滴水不漏。他找了个你脸上沾灰的借口，用手触碰了一下金顺公的额头，转头就说，你认真工作的态度固然是好，但也不能有失荣耀成员的风范，你可以出去了。当巴德罗走后，教授诧异地看着自己的手，那小子的脸既不是化妆，也不是人皮面具，是确确实实年轻人的皮肤。那巴德罗应该不是金顺公才对，所以你到底在哪？快点出来吧，我现在满心期待见到你，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把你侵蚀掉。是时候见一下最后一次见过你的人了。随后便吩咐下属去请一下我们那位朋友。在另一边，地级333名和地级334名正指责李允娜，声称你一个地级335名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李允娜也很懊恼，这种事情怎么能跟2个白痴讲？就在这时，一道声响打断了他们。李允娜，你现在立刻去见教授，不要多问。李允娜顿感不安，可背后2兄弟却惊掉了下巴。这可是 A 级殉葬师桑托斯，李允娜到底什么来头？没多一会儿便来到了教授的房间，他也不多废话，直接亮出了巴德罗的照片，表示你应该是第一个从使徒都难以对抗的强者手中所幸存下来的人。一开始还以为是巴德罗一时兴起放了你，但你却在和3狗交手中也存活了下来。你只不过是会用1点刀的使用技巧罢了，明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作为一个地级杀手的李允娜小姐，你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呢？这难道是个奇迹吗？然而包括我在内的使徒都有一种假设，当时在章鱼饭店开始，以及后续3狗的秘密基地，你都得到了巴德罗的帮助，而作为帮助的代价就是进行了某种交易。可一个孤儿院出身，除了身体一无是处的不幸少女，究竟能为巴德罗做些什么？这是个很让人费解的事情。还是说你是个双重间谍？作为教授非常能理解你的身不由己，毕竟你还有一个需要照顾的弟弟。听说你的弟弟李允竟得了血友病，这是一种遗传性凝血功能异常的出血性疾病，患有并发症的他在今后3年应该很难康复。他还那么年轻，真的很可怜不是吗？但是我可以救你的弟弟，我们荣耀医院开发了价值45亿韩元的血清，只需要1针他就能痊愈。这样说你是否能清楚了一点？你现在应该站在哪一边呢？李允娜无法拒绝，赶忙询问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教授顿时开怀大笑，当然是让你成为我的诱饵。巴德罗说过，他会在24号来找我，不管怎样你都需要告诉他，当天把他约到医院大厅的中塔谈话。以你的能力，在3年赚45亿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一来，你可以救活你的弟弟，而我可以找到巴德罗，这是个双赢而无法拒绝的交易。你好好考虑一下。但是在这之前，我需要在医院为你腾出一个地方。李允娜诧异万分，突然
不用惊讶，在我的医院没有病是不能住院的。可如果说你拒绝了我的提议，下一次见面你就会知道到底是谁开这个处方了。李允娜小姐，咱们会诊的时候再见。姐姐，好想去看国际球赛啊，但是机票真的太贵了。你那么小担心钱的事干嘛？你就放心吧，姐姐我已经找到办法了。李允娜忍着剧痛，终究是没有发出异常的声音，挂断了电话。她回想起金顺宫突然出现的那一刻起，这个人浑身上下都充满着疑问。但她也是第一次知道，有个人在身边是多么的幸福。他们一起在学校里的争闹，又或者是在游乐园享受欢乐的时光，还有在危急时刻所存在的依赖，金顺宫都给她带来无比深厚的安全感。甚至只有她才知道自己所擅长的能力。604号房李允娜，此时的她异常担忧了起来，因为如果教授知道一直是金顺宫帮助的自己，那么他们3个人都会丧命。可如果自己选择正确，弟弟就能很好的活下去。这下可让她难以抉择。突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转眼望去，金顺宫已经打开了房门。李允娜瞬间无语，都什么时候了，这个人还到处乱跑。然而巴德罗却一脸严肃，他搞不懂李允娜到底是怎么了。自己身为他的老师，但从来不记得自己的徒弟有弄断过手臂这件事。他质问李允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李允娜陷入了沉思，她现在脑子一片混乱，吞吞吐吐的说了一句：“24号那天你有空吗？”巴德罗不理解24号那天到底怎么了，可李允娜却说不管怎么样，24号下午的2点钟你来钟塔下面，有话跟你说。虽然巴德罗看出李允娜的不自然，但他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答应了他。巴德罗走后，李允娜泪如雨下，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她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着，自己又怎么可能背叛他？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被巴德罗尽收眼底。所以当时在房间内的时候，李允娜说的钟塔其实并不是医院大厅的钟塔，而是公园里的钟塔。可来到8月24日的当天，教授满怀期待早早来到医院大厅等待，因为自己朝思暮想的巴德罗终于要见到了。这时的李允娜心里七上八下，她根本不知道怎么跟教授去解释。当时钟到达2点的那一刻起，她也不知道这样的选择对还是不对，但是也只能这么去做，因为她始终过不了自己心里那关。医院大厅内现在到处都是杀手，如果让那丹尼尔知道干掉章鱼的人其实是金顺宫，面对他的天罗地网，就算金顺宫再怎么厉害，也应该难以应付得了这些人。巴德罗按照约定成功被调走，李允娜希望他就这样赶紧离开这里。眼看时间1分1秒的过去，教授质问李允娜为什么巴德罗还没来，他此时浑身都在发抖，颤颤巍巍地诉说着，其实在那天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巴德罗，自己是因为太过渴望能救弟弟的药，才撒谎骗了你。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求求你不要对我的弟弟动手。李允娜无力地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既无法背叛金顺宫，更无力抵抗荣耀集团的使徒。然而对于这样的答复，教授不太满意。一个毫无用处的地级杀手李允娜不能把巴德罗带到这里来，那就意味着失去了利用价值，只有除掉你一个结果存在。伴随着围栏被折断的声响，几名资深杀手一拥而上，火灾警报，请医护人员和各位患者尽快疏散。顿时医院里乱成一团，当群众都离开医院后，紧急防火门全部被关上，医院里的人诧异万分，就连教授也毫不例外。那场既没有浓烟也没有闷热的感觉。就在众人都一脸懵逼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巴德罗拿着对讲机对所有人说了一句：“我就在这里。”巴德罗此时清楚地知道，普通人遇到火灾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是逃离到安全的地方。所以现在这里的所有人既不是真的医护人员，也不是患者，是为了杀我而潜伏在这里等待时机的杀手才对。那丹尼尔很不能理解，他刚刚提到了个我字，虽然自己很早的时候就清楚地了解到这个年轻人根本就不是普通人，更不是普通的杀手，真不敢相信居然来英雄救美这一套。不会真以为你一个地级杀手就能对付得了他们吧？他们可是殉葬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里，这里的孩子普遍都活不过10岁，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无故死去，所以也被称为葬礼之乡。在这里弱肉强食就是生存法则，你只有足够强才能有活下来的可能性，所以这里也存在着各种不法勾当、绑架、药品、不法交易，只要你能想得到的，在这里都应有尽有。而从那里幸存下来最强的100个人，现在都聚集在这所医院。金顺宫先生，既然巴德罗没来，也恰好可以看看你的潜力到底有多深。现在的你如同老虎幼崽，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猛兽，面对一群猎狗般的野兽，你应该难以招架的。别再耍小孩子的脾性了，接受我的恩宠，让我好好让你变得更强才对。而巴德罗对这些似乎一点都不感兴趣，无奈的耸了耸肩。那丹尼尔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仅在一瞬间，2人便从高空落下。B 级杀手提着利刃就跳了下来，可他们还没高兴2秒半的时间，就被巴德罗轻松地抹了脖子，这让在场的众人都大惊失色。他连看都没看就干掉从天而降的杀手，甚至还精准瞄准了他们的大动脉，而那把武器仅仅只是一支钢笔而已。巴德罗微微叹了一口气，现在的你还觉得我只是一只老虎幼崽吗？杀一个人很简单，切掉静脉只要1分12秒，而动脉的话只需40秒，如果是颈动脉的话就只需12秒，多么强壮的人也照样会死掉。假设干掉一个人花费1分钟，而这里有100名资深杀手，身为地级杀手的你能不能坚持100分钟呢？刹那间他们蜂拥而上，巴德罗面对这些丝毫不慌，可源源不断的人群把他逼到了角落。
因为这些人就算自己的同伴死去也毫不在意，他们的战斗意志完全没有动摇。虽然巴德罗速度很快，无情的杀招都能纷纷躲避，但体力却不是永无止境的，就算是他也被累得气喘吁吁。教授很是好奇，他究竟还能带给自己多少惊喜？不仅后方已无退路，面前还有几十名杀手围堵。巴德罗沉思了片刻，人数上确实不占优势，但被逼到角落本就是自己的想法。只见他手往消防栓的方向伸去，殉葬师们也很奇怪，他到底想干嘛？突然，他抓起一根消防水枪，猛烈的水流喷涌而出，殉葬师们被冲得七零八落。当巴德罗玩得正开心的时候，高压水枪莫名的没了水。欢快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杀手们也获得了喘息之机，可水枪根本杀不死人啊！只见巴德罗转头找到了除颤。电光火石之间，一部分殉葬师纷纷倒下，强电压也在这个时候短路没有了威力。教授对此番操作也是敬佩不已，这小子被逼入绝境只是装样子，被迫使用水枪是为了让他们觉得穷途末路之举，实际上全都是为了用除颤仪而埋下的铺垫。虽说人数上有一定的下降，但仍然剩下一大半的殉葬师。只见巴德罗捡起地下的写字板，拿起了笔在上面描绘了起来，随后便扔向殉葬师们。写字板上绘出一个人形，而在脖子处画了个大大的红叉。巴德罗缓缓走向人群之中，因颈动脉被刺伤，导致失血过多。这将是你们所有人的死令人瞠目结舌的战斗让李允娜都惊呆了。虽然他之前听说过巴德罗的传说，但他看起来就跟平凡的老头没什么区别。虽然他竭尽全力的战斗，也就仅此而已，根本不像传说中那样是个可以单挑1000人的传奇人物。如果那个传说是真的，那应该和今天所看到的这般场景一模一样。没过多久后，剩下的人全被巴德罗给解决掉。教授也为之癫狂，这小子竟然仅用了13分钟就干掉了100人，他真的是很有被我研究的价值。可巴德罗却说还没结束呢，你不是还活着吗？是我上去还是你下来呢？你选一个吧。伴随着巨大的碎裂声，纳丹尼尔跳了下来，而刚下来的瞬间，巴德罗就感受到了强大的气场。纳丹尼尔很是兴奋，这应该回答了你的疑问。我也有个问题非常好奇，实在无法理解你这么年轻，为何会有这般实力？被划分为地级杀手也很让人费解，难道说你有着其他的身份吗？还是说你是别国的间谍？你真是让人越来越兴奋了。巴德罗也十分好奇一件事，是不是不自信的人话都特别的多？纳丹尼尔微微一笑，有魄力和嚣张根本就是两码事。巴德罗疑点重重，他哪来的力量改变攻击路径？明明是直冲而来的招式，却在瞬间改变了行进路线，把自己给击飞了。这种不现实爆发出的力量感，让人着实畏惧3分。李允娜看到这般情景，人都傻了。金顺宫再这么下去，迟早被纳丹尼尔给杀掉。纳丹尼尔把电梯门给关上。刚才他的战斗早就看过了，这小子的速度很快，但如果在这种狭小的地方战斗，你要怎么跑呢？教授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今天明明是来找巴德罗的，可来的人为什么就是你？难道说你和巴德罗有什么关联吗？还是说你已经死了？不过这也正常，自己战斗从不手下留情，对我产生疑问的人都会是这个下场，唯独只有顺从不会。然而巴德罗的脸一点伤痕都没有，甚至没沾上一点灰尘。原来刚才在那丹尼尔猛烈的攻势下，都被巴德罗恰到好处的抵挡过去，甚至没有耗费多少体力。巴德罗无奈地说了句抱歉，实在不好意思，跟你战斗无聊的让人犯困。这把那丹尼尔彻底激怒了，自己曾几何时被人这般嘲讽过。巴德罗摆了摆手，来吧，我也开始动真格了。那丹尼尔暴跳如雷，弹射而起冲了上去，两人双拳碰撞的瞬间，整个地下室都在晃动，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被麦金在监控下看得一清二楚，就连德牧都按耐不住发出凶狠的嘶吼。麦金淡定地安抚着修沟，这点程度而已，不用担心，那个男人的拳头可不是面团捏的，因为在55年以前，巴德罗还是小孩的时候被教导，强大的根源不仅要拥有冷静的判断，还要有让人无法抵抗的肉体。老师让他们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打碎这个花岗岩。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巴德罗没有产生任何质疑，只是默默地在往手上缠绷带。其他人都觉得他脑子有问题，这种花岗岩怎么可能打碎？可他却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努力练习。再过了1个月后的清晨，几位同僚暗自嘲讽那个傻。1个月过去，这颗石头纹丝不动，甚至是一点痕迹都没有。然而其中一个女生却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惊，领头的男孩也被吓得惊诧万分。背后的悬崖下扔了几百颗被打碎的花岗岩，这些难道都是巴德罗给打碎的吗？以最强力量所著称的大力士，拥有能举起520公斤的他都被那丹尼尔给打败。可当他对上金顺宫的时候，却无法抑制住他的力量。就在这时，巴德罗问起教授有没有被大货车撞到，他很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的手刀比1吨重的车撞到还要疼。
这时的巴德罗顿时严肃了起来，因为被打进实验罐的那丹尼尔爬了起来，而自己的双手却遍体鳞伤。那丹尼尔缓缓褪去衣物，这还是他第一次对外公开这个秘密。当脱掉上衣后，彻底让巴德罗震惊，这就是他所谓的自主选择进化吗？他究竟是多狠毒的家伙？到底对自己的身体做了些什么？只见他的上半身已经没有了皮肤，浑身都被肌肉所笼罩，肌肉在眼前一阵一阵的跳动。他是一个被上帝选中的天才少年，进入医学院都有个庄严的仪式，那就是他们必须对上天发誓，要将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服务人类的事业上，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允许利用医学的知识在社会上做违背人伦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令所有人都羡慕不已的少年，却是个体弱多病、成天待在病房里度日的可怜虫。所有人都说他是被神选中的孩子，年纪轻轻的他不能理解，难道体弱也是被选中的一部分吗？然而这样子的他看到了一个动物世界的科普：红沼泽里的小龙虾褪去了旧壳，就会长新的壳出来，通过蜕皮使它的个头变得更大，也变得更加强壮。看到这时的丹尼尔似乎被开了窍，也许是上天对自己的指引，人类无法变得像动物一样强壮，那自己就要成为第一个实现这个目标的人。然而在某一天，医院里送进来一个中枪大出血的病人，而这次手术的主刀医生正是毕业后的丹尼尔。对于做过上万场手术的他来说，这是个再也平常不过的手术了。可当病人在手术台上，他刚要开刀的时候，彻底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这个男人是他所遇到的所有人类当中拥有着最强壮的身体，他不理解他和自己究竟有些什么不同，自己又要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躯体？看着眼前这副近乎完美的身段，丹尼尔是既好奇又着迷，想立马解剖开来一探究竟。然而理智又把他拉回了现实，自己可是一个称职的医生。正当他颤颤巍巍准备开刀的时候，我是个有职业操守的医生，有负责保全人类的义务，就跟我入学时候宣誓的那样，全世界的人口都在减少，我这样的人挺身而出是人类的福气。可是再想象一下，所有人类都变强的画面，大家都会很开心吧？生搬硬套的人权赞歌，就是在阻碍人类进化。没错，就应该由我这样子的人带头，成为第一个实现新人类的进化。是时候该把身体的孱弱抛弃掉，这副虚弱的身体也是时候退役。这就是大自然法则，弱的就应该淘汰，只有变强才是硬道理。当他脑子里的声音消失后，彻底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惊。原本只是做个器官缝合手术，却把他的身体全部肢解得横七竖八，甚至把脑袋都给开了颅。至此，丹尼尔逃离了这座城市，一无所有的他躲到了巴西的一个小乡村里。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到处都是自己需要的研究对象。他在这里实行了数万次的探索，并实时佐证自己的成绩。他必须要杀死强者才能证明自己的成长和强大，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换掉自己的一条腿来弥补那不足之处，在不靠父母的 DNA 情况下，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全新的人类。这就是丹尼尔进化的结果，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这还有更深的强度 ，anti-fragility 反脆弱性，意思就是如果不能一次性解决掉他的性命，所造成的伤害会把他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肌肉在撕裂和恢复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加结实和强壮，而他开发了一种药物，吃下它可以大幅度缩短肌肉恢复的时间。也就是说，巴德罗越是攻击他的身体，他就会变得越强盛。地下室里泛起浓浓烟雾，可丹尼尔却愈加兴奋了起来，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人能从自己的手中逃脱，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却在即将抓到他的一瞬间，用了0.1秒的时间，将手伸进手掌的空隙当中，从而有了逃脱的空间，超越了现有人类的反应速度，一息之间便做出了最正确的判断。巴德罗也对此也忌惮3分，虽然只是被抓了一下而已，手背就好似被钉子钉了一般。要是自己像之前那个实验体被他抓住了脑袋的话，自己的头颅跟他的下场相差无疑。此时的丹尼尔更加癫狂了起来，扬言你倒是多给我展示看看嘛，你的能力值自己是见识过的，虽然比 A 级杀手更强一点，但是这样子的你是否真的有实力可以胜过我？我此时依旧还在继续变强呢，如果你现在能像狗一样求求我，说不定我会放过你，大发慈悲将你打造成最帅气的进化体。巴德罗瞬间无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他缓缓举起了手，而丹尼尔却以为他要投降，谁知他的手往下一挥，声称不听话的捣蛋鬼只有挨一顿胖揍才能变得乖巧，这让丹尼尔气得牙痒痒。丹尼尔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快感，这是他第一次经历如此酣畅淋漓的战斗。他真的很强，和至今为止接触过的人截然不同。但永不会变的法则是，自己的身体仍旧不断在进化，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究竟能变得多么坚不可摧。然而在金顺公身上还有个未解之谜，总感觉在能力图表之下藏着无人知晓的秘密，并且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是毫无顾忌的冲锋陷阵，是无法撼动的坚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这场战斗可以全身而退的？
是最致命的一拳却打在了地板上，这一切全都在巴德罗的意料之中。因为内丹尼尔说过，肌肉在受到伤害后会变大，变得更结实，并且能够把愈合速度大幅度缩短。如果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的时候，肌肉在极致的发育状态下就会变得肿胀，从而挤压到骨头和神经。现在的丹尼尔甚至是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主要是因为他沉醉于这场战斗当中，丝毫没有察觉出自己的身体在逐渐变僵硬的现象。可巴德罗在短短的2分半钟之内发现了恩宠的副作用，并在战斗中实施了出来，这让丹尼尔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为了得到这份力量，自己手上背负了无数条人命，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才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类，却被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轻松地识破了马脚。可他却兴奋地笑了起来，真没想到自己会用上这个。只见他从鞋子上掰开一个贴纸，原来这是他藏在鞋子上的药物，作用就是可以溶解肌肉，却能将自己变成一个究极生物体。这种可以瞬间溶解生命体征的药物，只需3分钟就能把一个成年男人化为一滩血水，而他也打算在这个期间内和金圣宫同归于尽。以燃烧自己作为代价，在力量最巅峰的时刻对战到这个年轻人，却被预判了所有的攻击路数。他有着一股莫名的诡异感。这个地级杀手金顺宫在能力表上有一种超越了图纸的存在，那就是至今为止自己无法披靡的，更是自己一生都无法逾越的高强经验值。可小小年纪的他哪来的经验？就像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自己追逐了一辈子，宛如到达神之境界的巴德罗。此时的丹尼尔脊椎全碎，全身的肌肉依然在加速溶解。丹尼尔很不能理解，自己耗费了30年的心血，一心想要自己变得更强，忍受了无数个艰难的日子，却输给了你这个地级。你又做了怎样的努力？他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巴德罗摸了摸下巴，思考了一会儿。我知道你是抱着多大的执念去面对这世间的一切。要说到耗费心血，我自己可是整整付出了65年。此时的丹尼尔哑口无言。虽然身为医生的自己也有很多无法理解的地方，自己一直无法逾越的大山其实就在自己身旁，但总算在死之前终究是见到了你，巴德罗。至此，丹尼尔永久地闭上了双眼。在荣耀医院爆发的战斗就此结束，丹尼尔在内的所有杀手全军覆没。为了隐藏信息，所有人员的资料都被荣耀集团清理干净。然而，杀手教练带着4名弟子安然无恙，可坐在后排的李允娜没有了昔日的笑容，她一声不吭地在担忧自己的弟弟到底应该怎么办。巴德罗似乎看出了他心中所想，告诉他不用过多的担心，始终是有办法解决的。当他们回到了荣耀学校时，被老师催促赶忙回去休息。巴德罗却提醒李允娜不要落下自己的东西。李允娜觉得一阵莫名，明明记得自己根本没有带东西过来，可当他打开时直接愣住，眼泪便不自觉地掉了下来。那包裹箱子里的全都是装着自己弟弟所需的药剂。巴德罗没有多言，只是提醒他记得按时给弟弟上药。李允娜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掉，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感谢这天大的恩惠。회장, 환자들은 모두 다른 병원으로 무관한 사람 안에서 발생한 일을 알 수 없다. 이곳의 전투의 흔적, 인간의 소행이라는 사실이 믿어지지 않습니? 바르드로인가요? 네, 병원 CCTV에 그의 얼굴이.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그를 직접 본 사람은 아무도, 병원에 드나드는 사람 아무도 그의 존재를 눈치채지 못해 마치 귀신처럼. 何ですって、さっきのは鬼ですか? 아니, 넌 뜻으로 한 말이 아니여. 용서해 주세요. バドロが鬼だなんて言います？どこに勇気があるんですか？この言葉を私の前で言うのです。会長、あなたの部下を殺しました。もう怒らないでしょう。 아늘, 너야말로 내가 가장 사랑하는 부하. ダニエル、意外でした。シ使徒が着任する前に亡くなりました。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バドロ、あなたを懲らしめるよう、おとなしくなってしまうので。在另一边，杀手教练接到上头指派的任务，虽说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但不管怎样，教练希望大家都好好表现。翌日，他们乘坐船只来到了一座小岛上。刚到这儿的道亨和大壮纷纷都傻了眼，因为他们此次的任务竟然是志愿者。两人立马躺在地上撒泼打滚，本以为应该是暗杀或间谍这等帅气的任务，这种小儿科的工作着实难以接受。突然，一个温柔美丽的女生循声而来，她是这岛上学校里的老师，名叫一真。两兄弟纷纷望了过去，下一秒，两人便立刻换好行装，异常努力的工作。而李允娜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老师会让他们来到这里？这里离首尔足足有500公里，而且他还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能闯祸，更不能让人发现真实身份。巴德罗没有多言，这个时候的他看起来心事重重。就在这时，道上的2个混混找了过来，声称拖欠的保护费到底什么时候交。校内的保安大叔赶忙打起了圆场。要知道这所学校本来就没什么盈利，穷的就快要连电费都交不起了，希望大哥先收下这个应急。而那只是满满1箩筐的土豆。保安大叔被他们掀翻在地，一真老师怒视着两人，这个地方都是靠着补贴过日子的，哪里来的钱？其中一个混混靠了过来，声称有其他办法可以赚钱，以你的这般姿色，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事情。突然，道亨一脸严肃挡在了老师面前。然而，两兄弟被打成猪头，就连保安大叔也全身都是淤青。巴德罗对此却感到很是欣慰，因为在此之前的第一次碰头以及跟3狗的战斗，
他们都成长了不少。巴德罗认为，真正强大的人要有一颗隐忍的心，要有不露声色的风范才对。他对两兄弟今天的表现很是满意。璀璨星空，繁星点点，面对美丽的景色，李允娜却是忧心忡忡。她想起金顺公给他弟弟的药物，自己何德何能可以接受他这般恩惠，而自己却没有正式的跟他说一句谢谢。但巴德罗早就站在他的身后，这把李允娜吓了一大跳。李允娜看现在就只有他们两人，正是跟他道谢的好时机。没想到的是，巴德罗却先开口说了句谢谢，因为当时在荣耀医院的时候，原本是被胁迫让他来医院的钟塔下，而李允娜说的却是医院外部公园的钟塔。就算他知道自己说谎会付出代价，甚至有可能会没了性命，但他毅然决然的隐瞒金顺公杀了章鱼的事实。尽管那天害怕到大哭，也还是为了保护金顺公，迸发出内心深处的勇气。对此，李允娜也很是奇怪，为什么在医院里你一点都不害怕？自己见过的杀手也不少，像你这么强的人还是第一次见，甚至连丹尼尔都打败了，以你这种实力还只是地级杀手，这根本不科学。巴德罗没有过多解释，只是简单说了一句，时机成熟后一定会把一切都告诉你。而李允娜终究是鼓起了勇气，大声说了句谢谢你。巴德罗欣然一笑，两兄弟和李允娜都成熟了许多，既然如此，是时候去见一下那个人了。巴德罗独自来到了教学楼，保安室里却还亮着光，而大叔还是有的没的说起了冷笑话，嘘寒问暖一番。巴德罗看到此时的他，依旧是乐观的活着，也是满意的打算离开，可他却被大叔叫住，自己闻了几十年的血腥味，你以为靠蹩脚的烟味能掩盖住吗？只见保安大叔褪去头上的帽子，露出一头银发，而巴德罗却说自己能掩人耳目来到这个地方，只能是靠志愿者活动，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见你，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剑客使徒西蒙。只见大叔缓缓从扫帚拔出一把利剑，随后便是冷笑一声，你来这里之前打探了许多情报，是不是知道自己即将命不久矣？50岁的沧桑老头竟对一个20岁的年轻大小伙行跪拜之礼，只因年幼时候的他曾接受过他精心的剑术指导，而这人正是返老还童的巴德罗。原来就在刚刚两人正面交锋的时候，他完全找不到这个年轻人一丝破绽，从来没有人能从自己的手中剑逃脱过，就算是利用砍掉的竹子制造出无法行动的区域，自己也发现根本没有胜算，因为他清晰地感觉到来人那深不可测的实力。他极力地隐藏行进方式、说话技巧、身体上的味道，甚至是改变自己的呼吸频率，即便是多么的不可信也好，多么荒唐也罢，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师兄巴德罗。而当西蒙听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更让他费解。虽说自己师兄没有去世着实开心，但根本没有理由来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巴德罗却询问起是否听说过荣耀医院丹尼尔的事情。西蒙怎么可能不关心这种事件？当时闹得鸡飞狗跳的，难道说可干掉他并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巴德罗一脸严肃，因为他想除掉格洛里。这件事还要从60年前说起。加布里埃尔神父开办了一家孤儿院，当时挑选了12名出色的好苗子，包括巴德罗，从此便开始训练他们，每天都为了生存而展开殊死搏斗，经历过无数项地狱般的训练，只为变得更强。而这12个门徒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国家的秘密特工，几年间便成长为足以撼动世界的存在。可在某一天，神父带回来一个孩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收养了他。随着时间的流逝，小男孩开始觊觎宝座上的王冠，他顺利地将神父杀死，并把王冠戴到自己头上。当西蒙知道后，扬言要立马杀掉他，却被年迈的巴德罗给拦了下来，称目前还不是时候。西蒙强忍着悲痛，没有选择动手，因此格洛里也落入了他的手中。顷刻间被肮脏恶臭所侵蚀，沦为血腥的杀手组织。西蒙不能理解，既然知道现在的格洛里是个什么地方，那就把自己也带上吧。巴德罗却不愿意他冒这个险，不想西蒙建立起来的避身之所瞬间化为乌有。他回想起过去，要不是大哥阻止自己，哪里还轮得到那个臭小子趾高气扬的把鸡毛当令箭。巴德罗也略有神伤，痛恨曾经年迈时候的无能为力，现如今有着一副年轻的身体，就是上天给自己一个复仇的机会。西蒙，你就静静地看着我摧毁掉他这个帝国。第二天，几人准备返程，西蒙也听从自己大哥的决定，但如若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只需一个电话立马到位。巴德罗见他如此老当益壮，也很是欣慰。然而当他们走后，小岛上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学校上空更是雷暴交加。在保安室内的西蒙本打算看看报，可他却突然脱下了帽子，因为出现了2个冒雨前来的黑衣人。可没听说有人来拜访，两位是有什么事吗？もちろん、あなたに会いに来ました。ガブリエル神父の12弟子の1人、剣聖使徒シモン。一个用剑的女人，一个像熊一样高大的男人，原来是格洛里的新西蒙，日本最强剑客，见鬼！おじさん、2人のことを知って今、嬉しいです。遠路はるばるき、甲斐がありそうです。楽しみにしてたんですけど、置いたせいでしょうか。多年没有拿剑了，要是以前，你早死了。おじさん、虚勢を張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よ。嘘、逃がしてしまえま。外はひどい雨ですし、大丈夫ですか？大丈夫。酔いかけます。那女的剑术不一般，但最重要的是她那把剑。她把剑锋那一面打造成一个锯子，锯子的每个齿都异常的宽，所以能深深的扎入到皮肤当中。还有就是那个大块头，面对同伴的受伤也没有任何行动，他们肯定有什么秘密没有透露出来。没过多久后，西蒙停了下来。おじさん、なかなかロマンチックです。崖っぷちを選んだので、自分の墓にし。而西蒙却是不以为然，他静静的凝聚气息，感受着周遭每一颗雨滴，甚至是每一丝空气。突然。
当他解决掉一个准备应对像熊一样的男人时，然而那个男人却无动于衷。而西蒙发现自己肚子上却有着一道深深的伤痕，他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自己明明是砍到他的，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自己被鬼附身了吗？还是说产生的幻觉？莫非是当时他喷到自己身上的其实是迷幻剂？既然是致幻之类的药物，西蒙打算闭上眼睛战斗。这个技能就算是闭上双眼，也绝对不会失手，因为自己重复过上万遍。可此时的西蒙在他们眼里就好似拙劣的耍猴剑法一般。このおっさん、酔っ払ってるみたいですよ。あなたにも一つ教えてよ。なんで元気なんですか？名前の通りですから、幽霊です。使った剣で。65岁的男孩收到一份礼物，但这份礼物却让他怒火中烧，甚至连德牧都暴躁如雷。因为这个礼物不是物品，而是自己弟弟西蒙的右手。只因西蒙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用刀的女人，像熊一样的男人。奇怪的讯息让巴德罗觉得异常诡异，便带着麦金等人回到小岛上调查。看到断手的这一幕，令巴德罗回想起，如果当时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他就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此时的巴德罗彻底愤怒了，而在远处有个人却用望远镜监视着他们。确认目标收到礼物，的确有个老头，但不是他一个人前来的，还有个女人和一条狗，以及一个年轻人，但是他跑去哪了？你是阁洛里的新西蒙吗？あらあら、何ですか？バドロさん、光栄の至りですね。我真不知道你凭什么这么自信，感动我身边的人。有句话也想告诉你，你说你自己是鬼对吧？你给我好好等着，你会被真正的鬼痛苦折磨到死为止。翌日，一艘快艇在海面上疾驰，巴德罗一大早就打点好行装出发。可麦金却异常的担忧，因为此次前去的地方竟是一艘隐形的船。这艘船穿越了6大洲5大洋，可船上的任何人员身份都一无所知，甚至连船员的姓名或护照 ID 都无从知晓。这艘船也被称为幽灵游轮，可巴德罗却淡定自若，因为他早就知道了它的出处。从镰仓幕府到现代，有个守护了日本1000年的杀手集团鬼刀流，那是个关东最强的黑道帮派，却发生了一件诡异的失踪案。当天他们在为自己的首领庆祝花甲宴，在宴会上的2000人集体死亡，而凶手仅仅只是2个人而已。麦金却不能理解，虽说那是个闻名世界的案件，但为什么会被认定为人口失踪案呢？2人对上2000人，用屠杀等字眼的词更为恰当才对，因为在当时如此大阵仗的战斗后，在案发地点却没有发现任何一具尸体。虽然日本警方对他们立即发布了通缉令，但他们就好似跟自己的名字一样，莫名其妙的消失了。然而在多年以后，他们在韩国现了身，并以格洛里俱乐部新西蒙的身份出现。麦金对此却更为担心了起来，他们可是斩断西蒙一只手的人，在海上孤立无援，没有支援，真的不用担心吗？巴德罗已无从考虑那里究竟有多危险，只需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又有多少人是跟自己弟弟的死有关，则是要让这些人都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虽说如此，但也不是一个帮手都没有。道亨和大壮以服务员的身份跟了过来，还有就是大宇集团的会长崔恩昌。要知道那种地方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去的，就算是大宇集团的会长也为之汗颜，里面掺杂着走私药品和器械，各种天文价值的艺术品，甚至是活人买卖。就算是崔恩昌也需要刷脸才能上船。巴德罗势必要弄清楚这个女人到底有多恶毒。没多一会后，他们根据卫星定位到达了目的地——格洛里俱乐部非正式圣地，使徒西蒙的幽灵游轮。此时的游轮客房内，一个达官显贵用烟灰缸打破了服务员的头，并声称叫你们的老板赶紧出来。 알아, 안 대표. 무슨 일로 화가 났습니까? 여기 서비스가 기분 나쁜가요? 내 방에 가서 얘기하지 않을래? 내가 방정맞은 사람 같냐? 나는 부선의 대표다. 화내지 마라. 내 방이 싫으면 그럼 여기도 좋아? 무슨 말이냐? 안 대표. 덜 취했다면 널 더 취하게 만들었어. 됐어요. 그를 바다에 던져라. 바드로는 정말 올까? 지난번 통화 종료 후 첫 경매일. 그는 기필코 올 것. 결국 그는 내가 보낸 선물을 받았구나. 난 그를 찾아야 해. 서서히 그를 고문하고 죽였습. 현상금 76억 원을 걸게 됩니다. 다른 사람에게 살해당하지 마세요. 在另一边，上船后的2兄弟彻底震惊，俱乐部里各处都彰显出酒醉金迷，可容纳1000人的泳池，无比奢华的酒店式服务，随处可见的达官显贵，在任何客人面前服务过后，他们都会给出高额的小费，随便一出手都是1000美金，这把他们乐开了花，幻想着在这里干上1年半载，就可以直接进入退休生活。突然，拍卖会上响起热闹的欢呼声。在开始拍卖之前，请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物品。这个小东西能在2分钟内杀死数十万人，生化武器 Fortera， 它是前苏联所研制的，当时因为太过于危险，决定把它销毁，可因为某种原因被我们救了下来，随后便流入到我们的手中。然而，一个老头被气得双手都在颤抖，
此人是俄罗斯最高军火商 Double VIP 维克多伊格罗亚。 Я все еще думаю об этом. Где она была спрятана? Вы двое. Немедленно приведите сюда эту женщину. 高大的男人好心提醒他们，最好不要上去。可战斗民族的底气没有给到他好脸色，推开男人后径直走了上去。他们两个来到女人面前，声称只要乖乖的就不会受伤。可突然，两个1.9米的大汉纷纷发出痛苦的嘶喊声，他们的脸莫名其妙的在融化。台下的观众无比震惊，只有巴德罗发现了其中的端倪，因为在那个男人拦下他们的时候，男人的双手触碰到了他们的脸。虽说暂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融化，但绝对跟那个男人逃不脱干系。因为一时的骚动而进行的不太顺利，很抱歉扫了大家的兴致。生化武器 Futur 的投标是在明天晚上，起拍价是2亿美金。还有一件事情，本来今天不打算告诉大家的，但是因为这个插曲就给各位透透底。我刚弄到一件非常特别的拍卖品，那是超乎大家想象的东西，甚至要比今天的 Futur 还要有价值。明天期待与大家见面，各位记得准时到场哦。这种生化武器也让巴德罗为之震撼，那个女人竟然能把它搞到手。从拍卖会场出来的两人打算先去填填肚子，崔恩昌却在此刻泛起了嘀咕，因为那个女人属实危险，不管在外头如何响当当的人物，在这艘船上都必须听她的话。她是自己所见过最为极端的病态分子。然而他们却被一个熟悉的声响叫住，来人正是阁落里的新西蒙见鬼。他热情地邀请崔会长共进晚餐。面对这个女人，就算是见过大场面的崔恩昌，他也只能是委婉的谢绝，并不敢明目张胆拒绝他的要求。可女人却不是善茬，没得到满意的答复可不会草草了事。突然他被一只手给推开，那正是伪装成崔恩昌保镖的巴德罗，声称会长身体抱恙，只能是下次，如果真的想找人吃饭，自己是很乐意为你效劳。随后便赶忙护送会长先回去自己的房间。面对这般无视，他也是气不打一处来，紧接着在身后拿出自己的香水往身上喷了起来，扬言自己确实需要一个饭搭子，晚餐的时间是很长的，最好是解开领带，好好陪我吃饭。你要怎么拒绝我呢？只要是个男人都一样，看到自己都会变得无法自拔，变得无法拒绝自己的要求。就在这时，道亨大壮两兄弟前来救场，巴德罗被迷惑的心智也就在这个时候恢复了过来。两兄弟却因为过于接近，吸入香水过多，他们变得神志不清，对着墙壁疯狂的打扫，这才让巴德罗意识到，也许西蒙就是被这种手段给侵蚀了心智，要不然以他的身手，绝对不可能失去自己的一只手。两人见状也只能作罢，离开了此地。気になりませんか？何のことですか？考えてみ、殺し屋100人、そして 100% の戦力を使ったダニエル、殺されますし、70歳近いおじいさん、瀕死の彼がなぜ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のでしょう。可能性はありません。有馬バドロで、この場所は病院とは違います。船外のレーダーと変装の可能性からです。この船にあの老人はいません。では、誰がバドロの偽物なんで、なぜ自分の全組織を破壊したのですか？忘れたんですか？まだそれを持っています。あの男、なんで困りましたか？それとも子は私で愛するようにな。もちろんで、違います。此时的巴德罗换上了服务员的衣服，打算在游轮打探西蒙的消息。他回想起当时跟西蒙的谈话，西蒙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家人就只有你一个，从现实年龄上来计算，也是他先走，所以请不要受伤。对于巴德罗来说，西蒙同样是自己的家人，也是唯一的弟弟，所以为了他就算是杀成千上万人也在所不惜，只要能把你找回来。此时此刻的拍卖会也如期举行，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目光的焦点都会在那里，而自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追寻西蒙的行踪。他把厨房翻了个底朝天，机房内部全部清理过，就算是船内的所有厕所，包括是否有隐藏的暗格，也都没有发现任何踪迹。那么现在唯一可能的地方就只有拍卖会场，而此时的会场内热闹非凡，各种天文喊价层出不穷。当一声锤子敲下的那一刻，也迎来了最后一件拍卖品。只见工作人员一上来一个巨大的保险柜，台下的群众更是哗然，究竟是什么宝贝这么大阵仗？女人称这个物品比任何珠宝画作更稀贵，那些东西根本不能与这个相提并论，甚至比 Futur 更引人夺目。女人边介绍边转动保险柜，当打开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被震撼到，那正是荣耀俱乐部的前使徒，最后的刀刃西蒙。别看他现在病殃殃的，他曾经可是被称为最强剑客。どう、バドロ、見てますか？を感じましたか？それだけで気が狂うでしょう。だったら、さっさと姿を現しますよ。どこにいる？早く、待ちきれま。あらあら、見つかりました。当看到自己弟弟在台面上的时候，巴德罗无法抑制住心中的愤怒，暴露出了骇人的杀气。然而，他在一瞬间收住了那股气息。虽然这股气息导致对方察觉了出来，但也仅仅在瞬息之间，并没有完全确定方位。见鬼也因此丢失了方向。可他们并没有对此作罢，他依旧在拍卖会上哄抬气氛，尽可能的把这场拍卖引上高潮。因为他打算在倒数5个数后，如果无人出价，那就要把西蒙处死。巴德罗心里很清楚，这其实就是为了引他露面的伎俩。先不说自己有没有1000万美金，如果自己真的举手示意
一出嫁，那基本上就是在对外宣布自己就是巴德罗。如果选择不出嫁，西蒙就会被当场处死。要知道，在过去，一个荣耀的门徒会比一颗核弹更有价值。现如今拍卖会场内了却无声，等得不耐烦的见鬼抓起西蒙的头发，声称你现在真是个没人敢要的垃圾杂碎。随后便对外宣布，如果是因为断掉了一只手的缺陷，没人愿意买它，那就在5个数之后杀掉他。此时巴德罗异常焦虑，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救下西蒙？他强忍着愤怒，甚至手都握得通红。马上就要喊完5个数的时候，2000万美金，大宇集团的会长示意自己将会用2000万美金的现金买下荣耀前使徒西蒙。这个行为让巴德罗惊诧万分，甚至连见鬼也为之愕然。崔恩昌为什么要这么做？要知道他可是自己大老板的合作伙伴，也是荣耀俱乐部的大股东之一。见鬼此时下不来台，一个是荣耀股东之一，一个是自己苦心经营的拍卖会场，如果自己食言，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因此，崔恩昌如愿获得了此次的竞拍。没过一会儿后，西蒙被送到客房进行了简单的治疗。崔恩昌也意识到，这个人就是金顺公想要救的人。可巴德罗却担心起崔恩昌会陷入这场危机当中，自己也是进退两难，似乎只有这个方式才能够避免格洛里的怀疑。崔恩昌虽然表面上说着没事，毕竟自己跟格洛里是有着深厚渊源的人，可他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后续该怎么下这艘船才是现在该考虑的事情。此时的巴德罗却淡定自若，让会长无需担心，因为他还有一张牌可以用。巴德罗来到一个酒店的大厅等候，不多一会儿，道亨大壮两兄弟出现在眼前，他们满身名牌，金光闪耀，看来这几天没少赚，竟开始嘲笑起巴德罗一身穷酸味，扬言跟着哥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可巴德罗一句话把两兄弟说的直接变得呆滞。来到这里的原因，难道不是为了成为像巴德罗那样的传奇杀手吗？这句话直接把两兄弟从梦境打回到现实，他们顿时热血了起来。说吧，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接下来船上会发生极为恐怖的事情，而你们则是要负责起 A 级杀手的任务。两兄弟丝毫不敢怠慢，立刻去着手准备。巴德罗随后也回到了酒店的房间，他看着床上病殃殃的西蒙，心里属实不是个滋味。看着这个样子的他，令巴德罗回想到过去60多年以前，他们还是少年时期的时候，趁着空余时间看学校的学生踢球。西蒙诉说着，如果自己跟他们一样简单快乐就好了，背着的不是刀剑而是书包，身上没有汗臭味，而是崭新干净的校服，那是该有多么幸福的事情。可自己又怎能去上学呢？总不能用沾满血的手去拿起会写知识的笔。而巴德罗也是非常的宠他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他打算建立一所只招收没钱的、没父母的、无家可归的才能报名的唯一学校，而西蒙也可以顺理成章的进去那所学校学习，学校里的所有费用开支都将由巴德罗自己来承担。至此，西蒙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可现如今他却在床上丝毫没有好转的症状。巴德罗俯身对着西蒙微微诉说道：“快好起来吧，我们还得去学校呢，你可是答应过我的。”而这一切都被门外的崔恩昌静静地看在眼里。在另一边，见鬼气急败坏地回到了自己房间。他不理解崔恩昌跟西蒙究竟有什么关系，要打破自己的计划。いかがで殺したんで首を切り落とし、この船の一番目立つところにかかっています。逆らったらどうなるか知ってもらう。大優の収入は莫大です。ボスの許可は殺してはいけま。彼はグローリーが作ろうとしていた王国。重要な歯車の一つ。あなたのご主人様、私じゃないんですか。勘違いしません。この船、私は神、すべてを表し、人をやり、彼らを殺し、では、巴德罗のじじい出現し。不多一会儿后，崔恩昌的房间迎来急促的敲门声，他很是疑惑，自己根本没有约客，而巴德罗却说其实是自己为他订了客房服务。随后便让崔恩昌稍等一会儿。巴德罗从客房出来，又打开了对面的一个房间，因为在这个房间里看起来不太干净，自己需要清理这些垃圾，甚至数量还不少。هناك العشرات من العناصر هنا خزوعات الفلفل هل تخطط لاستخدام هذا ضدنا مجرد حارس شخصي لا تكن سخيفة أهرب。巴德罗轻蔑一笑，看来这些人似乎不知道胡椒究竟有多可怕，过分依赖枪支，就算再有能力也会迎来瓶颈，有时候这些小物品比子弹更有用处。领头的人都傻了，这个男人丝毫不惧怕枪支，冲向人群当中，利用胡椒研磨机击中所有人的太阳穴，令其当场死亡。而巴德罗之所以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敌人包围起来，如果莽撞的扣动扳机，自己的同伴就会挨枪子；如果犹豫，以自己的速度，他们根本不可能精准射杀。看来这些童子兵是完全不了解胡椒是个多么可怕的武器。烟雾缓缓散去，而在那里只有一个人影。一场有趣的追逐战正在拉开帷幕。当被告知派往的杀手全军覆没时，这让使徒见鬼诧异万分。崔恩昌身边哪有这么厉害的人物？那些可都是自己亲自挑选的雇佣兵。这么说的话，就只有一个解释：巴德罗那个老头子在他身后保护着他。然而，身边的保安队长慌张了起来。根据对讲机里表示，不管是餐厅，亦或是游泳池，还是说监控室，甚至是赌场以及驾驶舱，都传来说是出现了巴德罗的身影。这就让见鬼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怎么可能在多处地方同时间出现？他又不可能会分身术。这个老头子究竟要做些什么？到底打着什么算盘？此时的游轮内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慌张逃窜的游客，地上随处可见的尸体。原来这一切都是道亨和大壮搞的鬼，因为
因为在这之前，巴德罗告诉了他们一个机密，当时那个女人鬼使神差地杀掉了俄国军火商的2个保镖，而在这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那个人了。所以那个女人其实是想杀掉船上的所有 VIP， 这才让两兄弟幡然醒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可接下来你们2个就必须要承担 A 级杀手的任务了，因为2人的身份可以打扮成清洁工，轻松的在船上各个地区走动，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消息给散播出去。随后2人便把这个讯息传到众人的耳朵里，这让听到传闻的人都成为了惊弓之鸟。可这并不足以造成慌乱，仍然需要等待一个契机。当巴德罗对着天花板开出一枪过后，两兄弟顿时在人最多的地方大喊：“杀人了！”他们开始杀人了。仅在一瞬间，所有游客都在船上狂奔，四处逃窜。而在休息室内的见鬼得到了各种传言，有人说船员将会杀死所有 VIP 贵宾，也有人说传闻杀人如麻的巴德罗来到了船上。バドロ、老いて死なない。おとなしく私に殺されてはいけませんか。棺桶に足を踏み入れた。まだあちこちでトラブルを起こ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私の船に追いつくなんて、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を片付ける。本当に捕まっちゃいけませんよ。ご主人様、怒りませんよ。捕まえてきますか。必ず連れてきます。あなたいつですか？やる気になりましたね。では、その必要はありません。彼はいつも影に隠れている。どうすればいいか知っていると思え。あなたついてくるだけ、私に従えばいい。いい方法を思いついた。何だと思い、これが有馬。暗がりに隠れてはいけないだろう。一つ、20万人を殺せる。いいものです。不多一会儿后，毒气开始在船舱内各处蔓延。看到这般情形的巴德罗也震惊了。那个疯女人用了 Flutterer 这个东西，只要吸上那么一丁点，几分钟内就会立刻死亡。这样下去，在这艘船上的所有人都会一并死去，还有那两兄弟以及崔恩昌会长，甚至是西蒙。可巴德罗却淡定自若，因为自己曾经可是经历过无数种类似的状况而存活下来的人。然而，现在最大的危机并不是 Flutterer， 而是群众，因为这会造成极度恐慌，被毒气逼入绝境的人们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想要救下这些人，就必须要告知他们全部前往甲板上才行。可问题就是，当时巴德罗在寻找西蒙的时候，他去过船舱内的每一个角落，这艘船上压根就没有警铃和广播装置。最重要的是，如果自己选择去救群众，西蒙就会有危险，而自己根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救，潮水般的人群也不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缕希望。崔恩昌背着西蒙在人流之中，他告诉金顺公，自己的集团之所以能做到第1名，那就是不管是技术还是人，只要得到就绝对不会轻易放手，这是生意上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所以把他交给我就行了，你去做你该做的事。巴德罗意识到，当时自己救下的小男孩，现如今已成长为能扛起一片天地的男人了。巴德罗简单道谢过后，转头便冲去毒气蔓延的方向。这把崔恩昌人都看傻眼了，他丝毫没有犹豫，迎面进入那股毒气里面。他知道自己本应该去阻止这个年轻人，但又期望他能做到那不可能做到的事，就像在很久很久以前自己所期望的那个男人一样，那曾几何时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在另一边，见鬼早已开好了一瓶昂贵的酒，只需要静静等待，等到毒气杀死所有人散去过后，就能去搜寻巴德罗的尸体，这样自己就能在大老板面前邀功请赏，得到那76亿悬赏金了。可突然，整艘船莫名的开始倾斜，见鬼也很疑惑，自己打造的船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在这5分钟之前，巴德罗入侵到了控制室当中，并以熟练的技巧黑进了船舱的控制系统。在大型船只里面都有3个压载舱，里面装满了水来平衡船只。如果其中一个舱里的水被排空，船就会失去平衡，往一个方向倾斜。在一艘没有任何广播装置的船上，并且群众都处于恐慌状态下，能够让他们做出最有效的判断，那就是利用人最原始的逃生本能。倾斜的游轮会让他们本能的反应，只有往上跑才能存活下来。而他们往上跑的时候，比空气要重的毒气就会留在船的最底层，并不会再继续蔓延开来。而自己则是要利用船恢复平衡之前打败见鬼，从而救下所有人。看到这般情形的见鬼更是怒火中烧。同时有人来报告，听说巴德罗此时就在拍卖会场里。他缓缓褪去衣物，既然他这么想死，自己当然得去会会他。随后便来到自己的储物柜，打算精心为巴德罗挑选一个适合的味道。也不知道他究竟喜欢什么调调，是老西蒙喜欢的味道呢，还是说另外挑选一个呢？算了，那就把这些都带上，毕竟他是巴德罗，他应该是会喜欢的。不多一会儿，他们来到拍卖会场，此时的巴德罗正迎接他们的到来。可见到这人的见鬼一阵莫名，怎么会是这个小鬼头？那个老头子去哪了？巴德罗冷艳注视着他们，不断的在抑制住自己的杀气。见鬼见他没有回话，想要立马拔刀杀了他，可巴德罗却拿起了话筒。幽灵游轮的最终拍卖即将开始，今天的项目是荣耀俱乐部的新老板亲自挑选的新使徒见鬼。他异常的疑惑，这傻小子到底在说些什么？他其实是游荡在日本的鬼刃头目，大和民族的最强剑，起拍价100韩元。感觉到被羞辱的见鬼立马拔刀怒斥，索性被影男拦了下来。他想看看这个傻小子到底玩什么花样。100韩元，没人想要吗？那就50韩元，实在不行30韩元也行，真的不能再便宜了。10元有人想要吗？真的很可惜，竟然没有一人想要。你也不要难过，见鬼，我会让你的生命得到相应的价值，你觉得呢？但是在这之前，还想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天晚上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打败了螺旋剑圣吧？看来你对自己能力有所高估了，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在那个时代和我一起触碰的开端全盛时期的螺旋剑究竟是怎样的。
尹楠看到此般情景，直接傻眼了。这个小伙子不过是20出头而已，剑术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模仿的。可为什么他的眼神充满了自信与淡定？他心里莫名产生了不好的预感，因为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是那骇人的杀气，是那么的坚定不移。意识到不太妙的尹楠立马劝阻鬼刃，声称自己先去对付他。可他经过巴德罗的羞辱过后，释放出了许久未见的鬼眼，责令尹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此时的鬼刃就算是尹楠也无法阻止住，因为这个时候的眼睛和神情与当时屠杀2000人的时候相差无疑。随后他便脱下了自己的鞋子，扬言你可以告诉我你期望的死法，自己可以大方的满足你。巴德罗此时默默的在观察，他脱掉鞋子的动作很可疑，难道说只是为了减轻重量，从而提升自己的速度吗？光靠速度就能占据使徒的位置，这似乎不太可能。鬼刀流这个家族，鬼刃是最高荣誉的称谓，只有其中的最强者才能收到上一代的传承。这个女人脱掉鞋子根本不是单纯的为了减轻体重，这应该是她本身就拥有的速度，秘密就藏在她的脚底。鬼鞋，她利用这个东西给她来产生动能，因为高速的行进方式总会有真空期，鬼鞋可以作用于达到快速接近一个位置，迅速转移到另一个位置的机动性，因此高速的动能也会转化为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会令使用者提升几十倍增长的破坏力。看到这股冲劲的尹楠承认了自己的忧虑，鬼刃的速度很快，在每一次招式过后都会凭空消失，这个小年轻也很难反击。换句话说，只要他抓不住破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尹楠心底一股莫名的疑虑涌上心头，他明明是防守的那一方，可在他的眼神当中丝毫感受不到一丝败绩，并且他还在一遍又一遍观察着鬼刃的动作。感到不安的他阻拦下鬼刃，声称这小子有点奇怪，然而鬼刃并没有给他好脸色。一脚过后便怒斥尹楠，从现在开始最好不要妨碍自己，好好待在那里看着就行了，别啰里吧嗦的。可巴德罗并不这么认为，你刚才的那种动作把自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你为何不让他帮忙呢？速度快是很快，但和西蒙相比根本不算什么，看来见鬼也不过如此。面对如此羞辱与挑衅，他气得牙咬得嘎吱嘎吱作响，瞬间迸发出无尽的杀气。见鬼放大着瞳孔，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这个臭小子，而巴德罗却处之泰然。难道你就不好奇我是如何抵挡住你所有的攻击路数？你如此大力地踢开地板和柱子，虽然获得了无与伦比的速度，但是这也代表着有个致命的弱点。从声音的方向确定，你一定会踢到某一处。这样一来，也是在相当于告诉自己你的攻击方向在哪里。换而言之，只需要把剑抵挡在那个方向的行经路线，就能轻松地抵挡住你的攻击。巴德罗可是知道的，这个女人又快又强，他们加在一起可不是能够小看的对象。还有那个是替罗线剑圣还给你的礼物。此时的见鬼在尹楠怀里痛苦挣扎着，嘴里还不断的在念叨：现在立刻马上把那个东西给我引爆，自己一定要亲手将这个臭小子碎尸万段。突然，伴随着巨大的声响，天花板炸了开来。这种感觉巴德罗也异常的熟悉，就是当时第一次碰头时所喷的香水。随着弥漫的烟雾缓缓下落，见鬼也露出阴森的笑容：你死定了！这个东西就算让巴德罗来，他都没有一丁点办法去应对只属于我的领域。而巴德罗在面对笼罩着全身那都是能令人产生幻觉香水的时候，他并没有选择逃避，敌人都在哈哈大笑，笑他真是个大傻子。所有人闻到这股香水都会变得像喝醉了一样，成为那砧板上待宰的羔羊。而这个小伙子竟然不选择逃跑，还待在原地傻傻冲浪。正当鬼刃想要给上致命一击了却他性命之时，却发现他不由自主的在烟雾里蠕动。尹楠也不能理解，此时的他不应该产生幻觉了吗？见鬼似乎看出了端倪，难道说他一直在屏住呼吸吗？可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永远不呼吸吧。而巴德罗把身上的马甲脱了下来，全部缠在了刀刃上，随后便将一瓶烈酒倒了上去。你一直所依靠的香水，现在就让你刻骨铭心的知道究竟有多么的无能为力。只见巴德罗把燃烧的刀刃滑向空中，将充斥着迷幻剂的烟雾点燃了起来。鬼刃愣在了原地，而尹楠也才刚刚反应过来，原来他早就发现了端倪。香水都是软性物质成分，里面含有60%的酒精，因此也很容易被火燃烧。当时鬼刃跟这个年轻人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被他发现了这个秘密。可鬼刃并不罢休，因为就算是这样，整个大厅内依旧是包含着大量的香水烟雾。然而巴德罗直接将刀刃插到地板上，熊熊烈焰立马烧了起来。鬼刃人都傻了，这怎么可能呢？原来就在刚才，巴德罗丢酒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阻止鬼刃的行进位置，而是要让房间内的地板上全都充斥着酒精。他从一开始就在战场上布局，就是为了达到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形式。此时的见鬼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独手提刀就冲了上去。可现在的他别说对巴德罗能不能造成伤害，这般出血量所造成的后果，连维持自身平衡都难以做到，并且力量和速度也大幅度下降。他已经无法再构成任何威胁，已经是他目前为止的极限了。可突然，眼前的一幕令巴德罗也为之震惊，尹楠一记手刀便把鬼刃的动作停了下来。没了一只手会形成大出血，再加上他血压升高，如果还继续战斗下去会变得更危险。让他冷静下来，这应该是当下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巴德罗以为他会成为接下来的对手，可尹楠并没有这么做，转身便带着鬼刃逃离了此地，冲向了满是火焰的船舱通道。在离开的途中，尹楠很是懊恼，真不应该让他独自战斗的。而巴德罗这边按照计划理应结束战斗离开这里，但仍然有个未解之谜，游荡鬼魂的组织鬼刀流。当时在跟麦金和查两人身份的时候，
候，发现了个异常奇怪的事情，他顶多是杀了2000人而已，又有什么能力可以当上新西蒙呢？荣耀里的门徒哪一个不比他更有实力，甚至比核武器还要更有价值？他完全没有能当上使徒的资格，并且查阅了大量资料，他跟西蒙的能力值相比，简直是差的不是一丁半点。尽管这样，荣耀新老板也还是把他招募了进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巴德罗的猜想也得到了验证。当他独自来到游轮甲板上的时候，背后缓缓出现一个人影，原来他才是真正的使徒西蒙·卡格奥，代号影男。巴德罗很是费解，以你的实力为什么要甘愿成为影子？你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自己绝对是够资格当上使徒的。影男说你不必这么好奇，在这个圈子里，好奇的人都活不长久。巴德罗强装镇定，因为这个人就是一个影子，丝毫没有他的讯息出现过。就算是之前对战丹尼尔，也初步的了解过些许能力值，而现在面对到一个完全不知情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根本不知道他的打法，着实有着无穷的压力在身后。经过刚才简单交手过后，巴德罗更加疑虑了起来，因为他根本看不懂眼前这个男人，他的动作姿势很低，这种方式不像是空手道，自己明明经历过上万场战斗，却从来没见过这种战斗方式的人类，难道说他依旧是在隐瞒些什么吗？亦或是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技巧？可他明明就漏洞百出，脖子、胸口、腹部，其动作完全没有防备自身的要害，这种蹩脚的战斗方式异常的不自然，这就让巴德罗搞不清楚方向了。他的一举一动就像是完全没有学过战斗技巧一般，但又给人感觉在这个领域非常擅长，这种诡异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动物的本能，以非比寻常的姿势躲开了自己的攻击。他拥有一种常人没有的洞察力，当看到对方出招过后，在思考决定是否要接招或是闪躲。通过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意味着他是一个无情的战斗机器，天生就是一个充满野性的猛兽。只因他们是闻名世界的奇特家族，不爆流，唯有从里面存活下来的人，才能继承他们独有的特质——极度腐蚀性血液。这种血液就跟高浓度硫酸一样，能够瞬间侵蚀所有物质，仅需几秒钟就能将其融化。而这个家族却在一夜之间被屠戮殆尽，将他们赶尽杀绝的是日本更加有名的流派鬼刀流。可他们却唯独留下了一只幼崽，他们觉得在这乱世之中留下一只独苗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然而这个独苗在鬼刀流的宗门里展现了惊人的天赋，甚至会不小心弄伤同门的师兄弟，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自己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只不过是平常的武艺切磋罢了。他的成长速度也被宗门文生所看在眼里，这种拥有酸性血液的毒爆后代，他们会不断成长和进化，慢慢的都会成为独行者。天生的战斗天赋和有毒的血液，如果放任不管，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不受控制。他们也想到了一个特别的办法，那就是跳蚤市场的传闻。跳蚤本身是能跳1米多高的动物，是高达相当于自身200倍的高度，但如果把跳蚤放在瓶子里，并盖上瓶盖3天，当再打开瓶盖后，他们怎么都跳不出这个瓶子，他们就只会意识到自己的极限高度就在那里，所以只要抑制住他的成长，给他准备好一个瓶子，他就能被自己宗门所控制。在那之后，宗门的训练就再也没有他的身影，他被所有人排挤孤立，不允许参加任何武术训练，因为自己独有血液的原因，没有人想要跟他有所接近，甚至是恶言相向，拳脚相加。小小年纪的他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就不能跟普通人一样，跟大家一起训练成长，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生下来就注定要被人所讨厌？他充满愤怒的一拳过后，几十年的老树就这样被他一拳给打翻在地。可突然，原本在树上的雏鸟掉落在他身旁，看到他单只的身影，联想到跟自己一样的孤单，他就想着带他爬上那棵大树，送回到他原本的鸟巢当中。可当他上去后，才发现那只雏鸟早就融化在自己的掌心。看到眼前的一切，他更是不能接受，原来任何人都无法靠近自己，至此往后，自己永远只能是孤单一人罢了，跟谁都无法亲近，所有人都会厌恶自己，不会与其靠近。既然这些人都要避开自己，讨厌自己，那不妨就让他们都更加的害怕自己好了。在那之后，鬼刀流的23代宗主上山鹰昭也发现根本无法抑制住他的成长，他一个人就把强悍的濑户家族赶尽杀绝，他们的惨样让人触目惊心，就像是被野兽所撕咬一般。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能力，同时也是具有威胁性的才能。他就像那黑夜里的猛兽，生下来就注定是鬼魅的狩猎者。只可惜这个后代身上所流的血，并不是鬼刀流所属，但只要他不爬到自己主人头上，那就无需更多的顾虑。而这一切，其实卡格奥都了然于心，但就算是这样，他也甘愿当一个影子，成为守护在鬼刃身后的男人。巴德罗也很是费解，像他这种天才，没什么特别的技能，就能当上荣耀集团的使徒吗？他那难以理解的灵活性，动作快到自己根本无法预测，甚至是连续不规则的攻击，他都能轻松应对。而卡格奥在初步接招过后，体会到了这个男人的强悍，但也只是仅此而已，应该是用不上那个东西了。巴德罗可并不这么认为，与自身天赋相比较，你的攻击和防守路数都太过于简单无脑，应该没怎么学习过战斗技巧才对。确切的说，你是没办法学习对吧？真的难以理解，你明明就有那个实力，又为什么要一直躲在鬼刃的背后呢？到底是什么抑制住了你的天性？还是说你离开了你的主人，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卡格奥也为之震惊，为什么这个男人会知道自己所隐藏在背后的讯息？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自己都必须守护好鬼刃。他爆射而起，冲向巴德罗，而这种动作令巴德罗越看越觉得神奇。所有的动作充满着鲁莽性，却又充满着创意性。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学习任何的战斗技巧，他的感觉就像是
不管遇到谁都不曾感到威胁，就像是一头猛兽，本能的咬住对方的脖颈，然后扯下猎物的脑袋大。但还有一件事情无法解释，他似乎依旧隐藏着某件事情。卡格奥面对上这个小年轻也略显紧张，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在瞄准一个地方，那就是自己的腿，总想设下一个陷阱来抑制住自己的行动。自身的敏捷性一定是令他感到头疼，所以他才布下了天罗地网。那自己刚好能利用他的目的性，反其道而行来对他实施攻击。被抑制住行动的卡格奥很是费解，这究竟是什么时候有的铁链？难道说从刚才的战斗当中，他就事先对接下来的所有事情做好这一系列的铺垫？看来你一直以来都是靠本能去战斗，但你目睹了我与鬼刃的交手，肯定意识到了这事情的存在，所以我的诱导必须更加精细才行。你这辈子应该从来没有打过需要动脑筋的仗才对吧？不要白费力气了，这个铁链就算拿电锯来都很难锯断。然而他袖套里藏着一套暗爪，而这套暗爪不仅拥有耐腐蚀性，还能割伤自身的皮肤，也就是说，他利用自身血液来融化缠绕在自己脖子上的铁链，这也是他能成为使徒的理由。这个就是当时在拍卖会上所看到的一个拥有融化人的力量。看到这一切的巴德罗异常谨慎了起来，拥有这种能力也就意味着自己无法轻而易举地接近他，甚至还有一点棘手的存在。根据刚才一系列的确认，这应该是自己所悉知的世上拥有融化一切的血液，不保留。就连自己也很是惊讶，这个家族明明在世间消失了很久很久，他们的后代纷纷都被屠戮殆尽，难道说只有你活了下来吗？甚至还在践踏你家族的鬼刀流手下从事，你到底在想些什么？自己本是足够建立起毒镖的门户，为什么要这么作践自己？卡格奥也觉得非常奇怪，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知道自己的秘密？能和鬼刃正面交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这样的人自己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你到底是谁？你很想知道吗？那你必须打败我才行。巴德罗对他下巴的伤害只能说是恰到好处而已，但是这笨拙的攻击根本起不到作用，他依旧能回身继续反击，因为这攻击的背后没有多大的力量。假如自己加大力量对他造成伤害，那就会令其流血，从而成为对付自己的武器。看来自己在消除他的毒素之前是没有办法可以赢他。自己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突然，他发现一个好玩的东西了，而卡格奥也随之跟了进来。这个毒素的腐蚀性现在愈发变得强盛，所带来的压迫感更是让人束手束脚。卡格奥提出一个建议，只需要告诉自己巴德罗的行踪，就可以放过你。巴德罗对此也是耸了耸肩，你这个样子是不是觉得没有人能够对抗得了你了？看到眼前的这般场景，卡格奥彻底懵了，他在开什么玩笑？而巴德罗却从容淡定，开玩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在很认真的和你战斗，可是你无法想象，这个拖把会成为让你丢了性命的武器，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要知道自己可是拥有坚不可摧的力量，对于这种木质物品一切就碎，不会是觉得使用长距离的武器就能带来天大的优势吧？而巴德罗却不以为然，声称等你挨揍过后就会知道其中的道理。卡格奥也异常谨慎，虽然不明白这个拖把究竟能有什么用处，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他一直以来都是靠脑子在战斗，就好似下棋，每走一步都会去计算接下来的几步到底该怎么走，所以这个拖把肯定藏有自己不知道的秘密。就在这时，果不其然，他就是在利用长距离在攻击，以长快的挥棍速度来让自己不能轻而易举的靠近。但是这种攻击并不能造成致命的伤害。卡格奥决定放弃防御，正面突击，因为自己只要碰到他就会死在自己手上。可他的这番操作正中巴德罗的下怀，他将拖把缠绕在卡格奥的短爪上，随后便迅速扭转拖把，目的就是将其武器困住。可这并不能对他造成多大的影响，这种东西只需要随便动手就能迎刃而解。面对卡格奥猛烈的攻势，巴德罗却对这一切处之泰然，而卡格奥却觉得自己完完全全被小瞧了。他提起短爪，爆射而起冲了上去，然而他莫名的摔在地上，随之而来的是发出痛苦的呼喊声。卡格奥怒斥巴德罗：“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巴德罗看着眼前的场景，就好似意料之中一样，因为他知道这个男人的能力非常的可怕，不仅让自己根本无法近身，还要处处小心被血液碰到，一旦碰到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但是这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具有强酸性的血液，如果碰到强碱性的洗涤剂，就会发生化学反应，碱性将中和掉酸性，而你应以为傲的武器也将不复存在。卡格奥强忍着手上的痛苦，原来这小子刚才利用拖把就是为了将强碱性的洗涤剂沾到自己的手上。可就算自己没有了血液的优势，自己依旧是还能继续战斗，毕竟自己还有充满野性的反应力。就在这时，巴德罗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卡格奥也被打断了施法。鬼刃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来到了战场内。巴德罗认为，如果真的还想保住性命，就应该早点回去，而见鬼却还在碎碎念着自己一定要杀了他，可他却连一把刀都握不住。ユカ、大丈夫ですか？船室で待っててと言ったでしょう。ここに何しに来たんで？このままでは歩くなるだけで。黙れ、俺は殺し、それからバドロの行方を追って約束したでしょう。これが終わったら出て行きます。これは私がやればいいんで、バドロ私でも見つけられ。私はなる必要が、それができる人です。召使いとして、主人の言うことを聞かなければなり。待って、目を覚まして。
お願いお願い。目を開けて。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直渴望走出那个大门离开这里，因为只要出去后就没有宗门里压抑的气息。但是我无法离开这里的唯一原因，那就是有优卡的存在。お兄ちゃん、この花は綺麗ですか？本当にいい花です。ちょっと嗅いでみます。早く。和你在一起，空气都是温暖的，甚至生活都充满了意义。那些花的香味抑制住了我的憎恶、孤独，还有悲伤，以及身份的尊卑贵贱，似乎都不复存在。ご主人様、兄と呼ぶ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違い、優香より大きい。それがお兄ちゃん。本当にダメですよ。そう呼ばないでください。カゴ、お兄ちゃん。但是快乐总是短暂的，因为身份的原因，尊卑不分，导致被胖揍了一顿，甚至还因为身上所流淌的血的因素，我们不能随意触碰到对方。也许是自己被诅咒的血，也许是你身上尊贵的血，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这一层面的关系，以后将再也无法逾越这层界限。之后的日子里，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你，因为你迟早是要继承鬼刀流这个宗门的。我只要能够成为你的影子就可以了，就足够了。你的生日也非常的气派，数不尽的名贵礼物，就连你最喜欢香水的味道，那都是价值不菲的物品。而我这既便宜又廉价的香水，压根就拿不出手。800日元这个价格一点都不适合你。原本开朗爱笑的优卡，在某一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友好的大和宗门莫名的袭击了鬼刀流，而我心中只有优卡的安危，其他人已无从顾虑，只能是带着你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从那一天后，你彻彻底底变了一个人一样，夜以继日的训练，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体状况。为了复仇，就算是生病也要提升自己的实力，而自己也只能是静静的看着，陪伴着你。在洞穴里待了好几年，终于用自己生命换取了训练的成果。几年后的一天，也成功为宗门复了仇，带着你的剑，还有我的血，屠戮了2000人之后就销声匿迹，也因复仇的代价失去了原本的栖身之所。我们浑浑噩噩过了好几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你问我们应该去哪里？真的好笑。当然有主人的地方才是我的归宿，就算是你让我离开，我也是不会甘愿的。而你似乎厌倦了这种躲躲藏藏的生活，似乎更加向往有阳光的地方，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认出我们的地方。而我不想管那到底是什么地方，我只要有你在就好，我只需要成为你的影子就足够了。カゴ。はい、主人様。そんなわけないでしょう。どうしてこれを持っているんですか？私が知ら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か？過去10年間、いつも持ち歩いて、君には少しも見る目がない。気がつきませんで、私は今まで使ったことがありま、無駄にしたくなかったからで、今でスプレーしてもらえますか？ダメ。このたちの悪い香水。あなたにスプレーしてはいけません。本当に味を選ぶのが上手ですね。それは私の好きなもので、あなたと過ごした日々です。本当に楽しかった。大切な思い出。あなたとの約束は果たせなくなり、これからもお元気。カゴをお兄ちゃん。これは私の血です。早い、破棄で、絶対に嫌です。悪いことばかりしてきました。ここが私の居場所かもしれま、この結末、よりよく生きることができ、主を失ったあなた、今まで以上に強くなるだろう。そんなことはできません。優香。卡格奥死死地抱住鬼刃，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已经丧失了理智。只见他猛地站起，用双手划破胸膛，流出那满是酸性的血液。巴德罗面对卡格奥野兽般的攻势，也不由得畏惧顾忌，因为现在的他并不是单纯的在战斗，他那种丝毫不顾及自身危急的动作，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现在根本就不在乎自己会不会死，是不顾一切的释放自身野性。他的血液会让巴德罗根本无法近身，再加上现在暴怒的状态下，这会将变得异常棘手的存在。可突然，卡格奥彻底懵了，他周遭飞过来数个灭火器，紧接着巴德罗扔出数个酒店房卡，而那些房卡迅速地切开了灭火器的瓶身，一瞬间便在卡格奥的身旁炸裂开来。可巴德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造成烟雾，从而挡住卡格奥的视线，而是为了将灭火器里的干粉药剂附着在他的身体上，来达到止血的效果。卡格奥在之前对战过的所有人当中，最后都是表现出失去战斗意志的眼神，因为自己那天生的战斗才能以及那独有的血液天赋，在这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可眼前的这个男人跟那些人相比，丝毫没有一丝畏惧，似乎自己的天赋才能在他眼里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倒在地上的卡格奥就像是摸不着头脑的苍蝇，如此强劲的对手，要么跟巴德罗有关联，要么就跟格洛里俱乐部有关系。这个小年轻绝对是 A 级以上，甚至要说比使徒都还要厉害。如果是有这般实力的人物，自己是完全不可能不知情的。所以他到底是谁呢？可就算知道了又如何呢？自己现在活着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了。他轻轻地对巴德罗说了一句：“杀了我吧。”而巴德罗却觉得他真是个头脑简单的白痴。你难道就没有想过，大和宗门为什么要袭击鬼刀流吗？那起事件的开端与结果，其实全都是格洛里的阴谋。听到这段话的卡格奥瞪大了
瞳孔，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在10多年前开始，阁洛里的新老板就在寻找能替换掉老的12名使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鬼刀流，统治了日本1000年的宗门，对于他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想要取得这个宗门的控制权，然而高傲强大的族长并没有因为诱惑答应他那无理的要求。可对于想建立起阁洛里王国的他来说，没有人可以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他从鬼刀流出来后，直接去往了大和族长的府邸，随后便利用大和宗门来将鬼刀流湮灭。你以为当时年幼的2个人可以这么轻松的逃离那场灭门惨案吗？在那之后，你们2人也如约像他预言的那样，屠杀了大和所有人，失去了人生目的的你们。他提出让你们来当阁洛里的使徒，而结果就是他拥有了鬼刀流以及毒爆流2个宗门流传下来的血脉，而你成为了鬼刃使徒背后那实实在在的影子。虽然这一切非常残忍，但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听到这一切的卡格奥始终不能相信，自己怎么可能去信他那拧一座太老啊？巴德罗似乎也看出了卡格奥的疑虑，声称你既然不相信的话，为什么不去问问你老板拉斐尔呢？听到拉斐尔3个字彻底让他震惊。拉斐尔其实就是自己老板的代号，也是赋予他们使徒项链的人。虽然自己从来没有想要得到这枚项链，因为自己觉得天底下不能拥有2个太阳，自己侍奉的人只能是鬼刃一个。然而拉斐尔要把使徒的位置给到鬼刃，这样你去侍奉你的主人就好了。从这些苗头来看，假如这一切真的就是老板所策划的，这个小年轻所说的都是事实，那这些年以来自己和优卡究竟过着的是怎样的生活？只不过是想要优卡过得幸福罢了，自己能在他身边就足够了。又或者自己接受了阁洛里的门徒，并没有觊觎在优卡的身边，那现在他是不是都还在幸福快乐的生活着，在花一样的年纪享受着阳光温暖？拉斐尔，你还真是厚脸皮，能够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毁掉一个人生是吧？面对情绪激动的卡格奥，巴德罗劝说着，再这么大力气的发怒，只会让你加速去见阎王爷。由于感受到了来人的善意，卡格奥也告诉了他一个知识：你的朋友们即将会遭遇到危险，因为他们早就安排了海盗前往劫杀群众，他们个个都配备了精良的枪支，这艘船很快就会被淹没，你最好是快点去救他们。而在另一边，船上已经被大火所侵蚀，道亨大壮2兄弟正安排群众坐小船离开，然而却被一道声响打断，来人正是鬼刃所精心挑选的索马里海盗部队。面对这些人，2人根本无计可施，目前能参与战斗的只有他们2人而已，甚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这儿，崔恩昌。可面对卡格奥善意的提醒，巴德罗丝毫没有表现出着急的样子，因为他知道在那边还有一个顶级杀手存在。前任使徒西蒙。在几十年前，巴德罗询问起西蒙，对于一个剑客最致命的瞬间，就是当他们的手变得无力，不再握得住刀刃的时候。假如你失去了最熟练的右手，你该怎么办？在那之后的一个黄昏，2个人在议论纷纷，声称这个人绝对是个疯子。巴德罗看到里乌的景象也彻底傻眼。西蒙为了避免这个致命的瞬间，竟硬生生把自己的右手打断，来用左手训练自己的剑术，就是为了适应有可能会发生的突发状况。巴德罗赶紧跑来质问，你为什么非要打断手臂来训练？而西蒙觉得，如果不是真的断了手，自己不可能会适应的，身体机能会本能反应让自己右手动起来，那样的话根本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成果。总有一天，自己将会用单独的左手完成螺旋剑。就连崔恩昌看到这个场景也震惊了。正常来说，开枪要有扣动扳机的手指，剑客要拥有握紧刀具的双手，而西蒙成为了打破常规的那个人。在那之后，所有群众都安然无恙离开了。阁洛里的第2个据点幽灵游轮也彻底淹没。3348，这是韩国所有岛屿的总数，能够找出躲藏在偏僻地区西蒙的藏身之所，情报能力堪称一流。幽灵游轮的事件很快就会传到拉斐尔那里，此时的他必定是被气得咬牙切齿。但是不要着急，拉斐尔，你好好等着，因为真正的战斗这才刚刚开始。